搬掉后续。那就看一下，主要还是前期的一个个人牵制了。因为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像教授、魔术他都会比较稳健。我觉得反而是拉拉队员他前期牵制。也是看到年姐这边是选在了2楼下的，那前期还是拉拉队员跟魔术2选1。现在选点的话已经确定，监护者也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也是直接去找了一下拉拉队员啊，三叶这边已经往独栋拉点了。哇，这拉拉队员是带一个单化纤维仪啊，牵制其实就有点乏力了。对，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它本身的一个道具也是偏一个平地拉点。对，这波角上是不太害怕的。然后它后续是有个减速的，那波减速是它最致命的时候。看这波板也是直接踩掉。不过好在他是有捡到队友的一个鳞片啊，所以说近身博弈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说法。有了窥视者这个交互点的话，其实就不太敢翻了。先给自己一段加速，第2段加速的话也用了。对，这一个笼子把2个加速全都逼出来了。是，2个加速废掉一个围笼。对，那正好也是他的一个减速阵风器啊，没有办法。钻出去的一瞬间是很难木压的，所以说只能带一点预判性，所以他这个鳞片也没有能交得出来。是的，不如留到下一波啊，更稳健的时候看能不能挡掉一个笼子。反正已经知道你是带了个窥视者嘛，没有闪现这个终结的能力，那我就可以比一下这个平地木压。哦，自己打到了一个板的中间了，所以给到对面求生者机会盖到一板。这边一个围笼，双方博弈。对，这边我感觉就是要看一下鳞片了，那个板还正好。哇，对于这种板区以及这个钻围笼的运用，年纪实在是太强了。是的，但是对于三叶来讲，我觉得他整体的一个牵制，看密码机也是比较合格的一个牵制了。没错，不过这个鳞片没能交得出来，实在是有点可惜。对，不然的话还有机会再拖一个笼。对，那个鳞片只要能一交的话，那基本是3台1起步了。那看到这个凌云也是被通缉的一个状态，其实，在拉拉队员一倒地，他就已经过来了。是，那但是放围笼，要不要打守门人呢？其实是可以打的，因为他现在越狱值实在太多，我到时候再去针对你这个拉拉队员也可以。现在就在等，这个铲子压满一点，都要结束了。没错，这里先给一点激励。再放围笼，正好拉拉队员过来了，但是这个车稍微挡了一下，应该还是可以打到红圈的。对，我刚刚其实在设想，你这个围笼一放，会不会拉拉队员直接钻过来被车撞？对吧？因为当时监管者他也没敢往前走，对，他是卡在车的一个边缘去释放的这个笼子啊。对，这个中立生物啊，这个围笼还是把这个椅子给罩住了，你先拆掉。稍微耽误了一点时间，那求生这边第4台、第5台也在起了，外面还是教授这边有一个想挂在墓地，想挂在这个墓地，然后去干扰一下这边凌云的密码机。手上还有窥视者，墓地密码机没有办法现在正常的休息了。你如果说是现在再正常去破译，他可以一个围笼过去打一波偷袭，完成个击倒，那其实现在墓地就会形成一个2手节奏。哎，过来了，这一刀先完成击倒。但他可能是想跟教授这边去打个配合，让他去无伤救。但现在再把拉拉队员给击倒，拉拉队员强行带走，想让这边守门人能被摸起来。那你摸起来，守门人就得跑啊，他不能再待在墓地了，因为他现在就是一个半状态。你如果再形成2节奏挂一个遗产，这一局年锦其实可以依靠这个点去打成一个3抓甚至4抓。但感觉带走的这个位置真的很远，因为三叶下来也是把自己的一个花球的一个加速全都用掉了。没错啊，直接来到独栋这边，所以说让那边直接把守门人的状态给调好了。永次郎这边密码机已经是破译到9成了，年锦应该不太会管他，直接去找我墓地，因为那边的话也是在拆这个窥视者。对，不过这边的话，因为状态已经是调好了，而且是个满道具，所以说，不太可能给到你一个快速击倒的机会。对，光是一个后跃，并没有放出这个围笼，应该是手误没能点得出来。还是省了一下自己的铲子啊，留了一半。那队友的话已经在独栋新开了。再在一个单板博弈，放一个围笼，卡住一个板区，完成击倒。是的，击倒速度非常的快。那看到永次郎是在往这边贴一贴，是给到你一些救援上的压力。想要挂在中间，然后再去找一下这边的星辰。当然看到独栋那边密码机等挂上以后，应该是将近60的一个进度。对。永次郎这边是不想让监护者出去，所以直接过来给压力进行救援，让你年纪这边的话打了这边救援一刀，你就是去晚一点吧，去独栋那边。那感觉这边还是想再去拖一下自己一个技能，先来管这边多一点的一个遗产。对。但主要这边是一个满状态的教授啊，其实他也是能拖一段时间的。是的，
星辰这边的牵制是可以补上这边队友的补状态呀也好，或者说是密码机的破译都可以的。那他们就继续修墓地里面的那台密码机。那就看一下鳞片的一个释放了。是。鳞片2层全都被骗出来，全骗出来了！天哪，教授被年锦这个佛脚羊打成了一个白板啊！对，感觉2段道具都没有任何的用处啊。这里还有个地下室，要挂地下室吗？想要节省时间，直接挂在外边，然后中间去拦截，让求生者这边的话救不了。已经开始有点疲于奔命了，因为年锦这边他的传送也拖出来了。那这样我直接过来还是个半状态的人，打得太有进攻性了。他料定就是墓地，你这边破译遗产的一定是这个半状态的人，能打到吗？没能打到。这边要拖非常久的时间啊。是利用围龙来回去钻，再放个围龙一补一刀，先把人击倒。对，魔术棒现在冷还在还在中，对他没有办法交道具。那这里再完成一波上挂，疲于奔命了。而且另外一边教授是已经过半救的，所以说他现在也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加上两边的一个密码机进度，我觉得不太支撑求生者能够来回拉扯。是的，求生者刚刚已经是吃过1次亏了，所以现在又换人来救，想让教授来，然后留独栋那边让守墓人去破译。但是年姐这边好像也猜到了，直接去抓了你这边一个半状态的教授。对，我感觉教授根本贴不进椅子呀。是的。哦呦，这里还放的是个黑龙，甚至说密码机可能压不好，能捡起来吗？能捡得起来，捡起来了。因为他没有带火影反照，所以现在可以再把他挂上一个针对，再去找这边的守墓人。对，守墓人的铲只是一个残量，现在还是比较容易去针对的。就算这边教授是挂飞，但是另外一边魔术师还是有一个淘汰进度在涨的，我是确定你的一个具体位置的。是的，确定了。小叶已经知道守墓人封掉了这边板子了吗？没能封掉，不过没关系。利用这边的一个拆围龙的时间，再去架点，先拿一刀。那边的淘汰进度还没有结束啊，这边还要拖很久。是的，一个后跃，先把这个图给下了出来。对，哎呦，这波再一奔，来得及吗？能守？来不及，那边人还没有淘汰。是，也是完成了一波4抓。这个5分没白纸啊！说到做到了，对吧？是的。哎呦，也是再次恭喜吧！年姐这边是在上半场打啊，对，想看第2局，在第3局的时候再去争这个大分。不过第1局先看一下对面能不能给到机会。你一旦要是给到机会，苏散其实也是有能力去争到一个4抓，毕竟他一个双门在手的情况下，假如说要是再有个底牌什么这种可能，那你到时候开门其实也不着急，因为苏散的话前期也有可能是我先逛一下，然后最后的一个传散才决定我的一个追击目标。对。上来这个伞好像丢的有一点点的歪啊！我觉得拿伞走的慢一点，对吧？我手里拿个东西总比不拿东西走的慢，所以说我先加一下自己这边的轻松一些。对对对。这里在中场想要去架吗？还是说是想要进行换追？感觉还是在挑选追击目标的过程中啊。这个想要狩猎的目标要换吗？这个伞肯定不传，因为你现在传过去的话拿不到刀，他手里有风。对，这个风先卷，直接卷走。因为你前期不管追咒术还是7项嘛，他不太可能平地给你刀的。我总感觉他还会再换，因为你现在在进行的追击，等会儿进到板区，你根本拿不到刀。在他道具交完之前，好像都没什么晋升机会。对。他只有下一把伞再给他加出点，才能有机会，就是说是逼出技能。那其实他现在已经知道3个人的位置，那医生就是在墓地里，但是看起来他没有想转换目标的一个。哎呦，闪现一个落地刀！哇，原来自己的一个设计在这儿呢。是的，这边风先卷，但由于没有张狂，所以你现在即使闪现能打这个落地刀，自身也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击倒能力。对，不过这边的话，因为带了风霜，所以踩板是非常非常快的。那7项这里的一个道具也马上就要消耗殆尽了。还有个强风，现在就在等。你没有1阶啊，所以说你现在有点难架点，现在想等他的一个交互羸弱。交互过来了，能行吗？这边的风再给你卷，但前面的话还是可以跟得上的。对，刚刚的飞轮也交过了，应该是要倒在这里了。一刀先击倒，但密码机也已经有个3台了。对。那等挂上之后的话，第4台也可能在路上了。那个13%是7项前期修的嘛？是的。而且追击的目标他不是那个带化纤维的人，所以理论上球商套2个化纤维，密码机很容易够的。想让04这边先过来救，先卡在这样的一个对角线嘛，不要给你漏视野。
大副先摇怀表，但是不能被要小心这个摄魂射满哦，有点在脸上挂太久了。那我感觉他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交互的一个状态了。这刀是没打到，但是现在要是再卡个黑就有点危险了，容易被打到震慑。现在一个摇铃，要过半了。这个过半实在太伤了，现在医生只能就是说是帮着扛，跟着扛，他要死命保这个7强绝佳才可以。对。因为你现在前期已经6个的局势，现在就是因为这波过半，他又打回去了，是只能卡板卡到中间，让他过不去。一个摇铃给自己摇出一点点身位。但主要医生保人的话，只能靠扛刀啊。是的，可能周叔也得过来，但是周叔现在想要先完成一个破译，因为他现在如果也过来的话，密码机你在不够的情况下，这个人再被击倒，这个局可能就变成这里摇铃一好，直接过板，没有办法，这边要淘汰7强绝佳了。是的。哎呀，医生这边保不住，没有周叔那波保人的能力，他只能扛，但有摇铃的情况下，其实扛不太到嘛，我没有办法硬的卡住你的位置。那这样的话，看一下密码器的一个分布，其实现在差的会有点多了。对，还是因为那一波正常救援是1个人来且卡半，但刚刚是2个人一起来。还过半了，他想卡的满一点，但是你一卡的满，你就给到监管者机会。这速闪其实就是比较克制你的一个大副。小白是非常克大副的。对。这吸魂一满，你求生者就有点难操作。不过这边要追卡梦的话，其实他刚刚也是躲了一个摇铃嘛，已经把时间给拖出来了。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到了1半的一个进度。是，医生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所以一旦要认准他这一点打呢，就是有机会打一个3抓以上。是的。现在他骗，我觉得他犹豫了，他又想传，但是他看到医生在扎阵，我又想，那我要不把你解决在这儿？但这个时候电车哥哥说，我不能让你犹豫啊，我直接给你创清醒了。他这个中立生物的话，我管你是谁呢？我照照顾。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思考啊。这一波撞车也是让医生直接把自己的状态打满，是的，太伤了。那同样密码机那边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啊。现在还在看，这边是一定要去守一下了。传了过去找磁铁。磁铁密码机已经是81了，现在只能先把他赶走，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追他。看到这个车灯都有点应激了。对，主要是刚刚被撞过。是的，有点心理阴影了。飞轮先躲掉这个蓄力刀，非常漂亮啊！那这边近身电我在近板，对，直接是无伤从甲门溜到了独洞。是，不给监管者任何的机会。对，但现在有闪现，监管者不一定舍得交。因为现在交了的话，也明知道求生状态比较好，在外面会新开一台嘛。他需要外边求生者能给到机会，完成个击倒遗产的机会。抽刀还是没有抽到。是的，这边已经牵制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再架，宙师现在反而是无所谓。你现在要是把闪交了，再左一刀。对，你现在要是把闪交了，那你开门战到时候就没有终结的能力。我可以再让人过来救吗？是的。而且大副那边已经是补到了那台大遗产了，所以说，对，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那可能需要卡梦再过来救一波。而且磁铁这波下来的话，手里是有一个3层喉的，所以说他的一个牵制能力是有保障。对的，等一下救下来就可以亮了，对吧？3层喉直接交。这边继续开始摄魂啊。但是有窗户，这个窗户能翻得过去，就有点跟不上了，击不满。对，还是成功把人扯下来，且是有化险为的情况下直接亮了，因为怕你针对我这边那个医生没有弧光返照嘛。没错，底角现在就是在甲门，求生者肯定是知道了，抽到了一刀。那大副现在就不能贴门了，因为你现在大副贴门很有可能他直接换抓。我直接过去一个闪现，谁都招架不住的。对，那大副现在好像想要顶压力，他认为自己有怀表，我不怕你传。卡梦这边也不敢贴门。这里应该还没有特别清楚的判断到求生的位置啊。雨梦这波犹豫，人也没挂，然后也没能传伞，那这局其实就走向一个平局了。而且他是往边缘挂的，如果往中场挂再去传大副那个门的话，有一点机会留吧，但感觉中间还是给到医生太多往另一个门跑的时间了。就他太想贪4，然后呢，他又想着这种4抓的想法，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打出，导致在那里犹豫了太久。状态都是比较强的。那其实喧嚣追击木偶师的话也会有些说法，我先给你上2个球，最后一个是红色的，一直给你封闭掉你的一个技能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实现吃多刀的。发现起点站园丁的话，它本身也确实蛮难牵制的。对，并不会说啊，我站在这里就可以溜很久。就你双弹，就算带了，你利用不到。对，这个点位没有什么可以弹出去的地方，最好还是。
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也是直接去往起点，不管了。哦，我不管谁在起点站了，反正我有自信，起点站我都能追得比较快啊。是，而且追佣兵的话，你是稳定带化纤维的那个人。对，吞他的化纤维也一样嘛。是的。那这里好像有点危险了，想一个这个换非常漂亮哎，弹上了这边站台，直接坐车了，对，拦都拦不住。一个折角护腕，那这样的话。感觉这个时间就已经拖起来了，是啊，下来又一个护腕拉走，只看到了他的那样的一个特效哈。对，感觉是看到是尾气，是的，就一个车，它的漂移就飘过去了。现在想要再加点，加到这个3板的位置，手上只有一个护腕了。预判一下凌云他的一个走位，但是凌云这边的话，其实也没有着急交最后一个道具。吃了白，现在就差个焰火，给到了伤害。现在还是只能踩板，等待自己的张狂进入到1阶。那马上就要开1阶了，不过凌云手里留了一个护腕，我觉得开了1阶之后也有一点点机会应对一下这个是的空中飞人。移情直接接近，你护腕弹出去了。是，但你现在下了板的话，它就有个空中飞人在打。上到了2颗球啊！现在就差一个焰火标记了，直接倒地，给到伤害。等一下就是让这边的有次郎过来救，因为有次郎这边也是带了化纤维移。但主要佣兵的话也是，你打2刀，虽然他表面上倒了，其实真正能挂他的时间也是能够拖出来的，对吧？毕竟有一个延迟倒地的一个效果。但有次郎不能双倒，现在年锦的话是很想着逼他过来进行救援，然后打出来双倒的效果。对，因为我本身也知道佣兵他下来没什么2流机会嘛，道具都被我逼光了。悬停要提前交吗？啊，但是现在他被封住技能了。如果说现在交，对，还好有惊无险，是的，是的。你如果一直粘住的话，他可以一直粘到椅子旁边，然后去打你个双倒。他们也是决定让凌云把这台大遗产给破开了，20秒时间内是足够的啊，给他留了5%的一个进度。是的。密码机亮掉之后，佣兵直接倒到个角落，等一下再有下个化纤维移过来进行救援。那看起来应该是木偶师啊，现在也是需要飞行家跟木偶师进行一个换位，他们抢的是3站这个密码机，离得还是比较近的。对。啊，通缉到了飞行家。是的，通缉飞行家是没有什么用，他只能去找这边的一个木偶师。对，要去拦截一下。但其实要注意，他们另外一台密码机离得也蛮近的，在狮龙啊。所以说其实。就算这边木偶师救不了，也可以换人的。再接伤害还是能救。套上这个化纤维移。这里不打算帮我卡，就让佣兵自己在这里，就是说去拖延时间就行了。对，因为密码机其实不太够的。在这里硬拖不住啊，还是只能就是说倒在中点比较靠里。对，就等自己的这个红圈结束。那这样的话，有次郎要赶紧撤退了，因为现在木偶师跟飞家状态都太差了，谁敢在那边抢密码机，可能过去就秒了。是的，他们是选对想抢这台狮龙，抢是可以抢开的，但是木偶师是要倒在这儿啊，而且还没开。问题是你在这里抢，如果说2个人都倒在这里，那么3站的密码机现在也没亮。对呀，因为怎么办呢？刚刚有次郎是觉得你们俩抢了，那我先撤了，他人都已经跑到起点站那边了，在这边2个人竟然全倒，而且密码机也没开。这个全岛交流的完全不太对呀！如果说你2个人都想在这里给压力，那么在那边的有次郎其实他也是需要给压力的。对，如果说这边已经确定了，那其实可以让那边3站开，但不管怎么样，2个人都不能倒在这儿。是的，因为就算3站开了，只要这边没开，还是一样的。那你现在你就算过来救又能怎样？就算能被你救下来，你这个人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我针对你就行啊！喷气背包，而且现在有点不太好救啊，是救下来了，然后另外一边是的，先击倒永次郎，因为他确定永次郎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然后再回头针对。这里园丁也是过半了，没错，击倒1个就行。他想把这个辨识给逼出来。那这样终于把狮龙那台密码机先给抢开。这是在博弈，时间有点久了。因为还是让他把这个变身给摇出来了，并且那边的话想摸，不过应该是摸不起来的。那现在谁碰这台密码机，他就抓谁啊？对，一样嘛，我就主守这台3站下。木偶师现在状态也是不太支撑他再牵制了。想挂了之后，你谁敢碰密码机，他就直接空中飞人飞过去。对，而且你救人的话，这个人也救不下来。是木偶师现在已经在碰到空中飞人飞过来。
刚刚已经是逼过一次变身了，所以现在再去抓木偶师，他就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了。他现在就相当于给园丁一个机会，让他把飞行家给扯下来，就把自己给卖掉。你没有反制的能力，那我现在挂上，同样你谁碰这台密码机，我就去抓谁。对，完全不用守以上的人啊，对吧？对。你本来破1密码机，大家都是一个残状态，谁也顶不住2阶的一个追击。还是在吊这边的一个飞行家过来破译，喷击背包也是交了出来。但是好，这边的话也是看到姜文者是在3战啊，对一个飞行家进行追击。是的。密码机现在就是个82，只要能击倒这个飞行家，到时候还可以再管这边的3战密码机。对，那求生另外2边的话，果然也是先在调整状态啊。那这波勇次郎其实也是撑住了这一波的一个时间的。是的，那边状态也已经不好，勇次郎现在已经是没有道具了，所以说2个人必须要过来给压力。你在追击的过程中，我一定要把这个密码机多起量一些。对。那也要看一下这边，注意到有人抢了，所以说这个人也不太好去牵起来。不过考虑一下这个密码机进度比较多，而且2个人状态又这么好的情况下，那我还是先把人给挂上。不太好管，现在密码机已经养好，2个人都是带了回光返照，让任何一个其实都可以过来进行救援。是的。不过监文者应该也现在猜得出来，求生者这边是飞行家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来看一下，扯下来之后呢，打到了园丁的状态，但是其实就算把他追倒，密码机也已经压好了。他不想让终点门能直接贴，因为你要是说直接贴，到时候回光返照的木偶师他可以强行闯门。这里还在拖时间。这段时间的话，其实也给到了求生再去贴到起点站的一个时间啊。没错，靠神法也是直接扭掉了一波。球，但现在还要再叠打到了盾上，对，稍微有点着急了，因为当时盾还在一个持续时间。不过这边园丁也是一个挂飞的，手里有移形的话，其实另外起点站的2个人也没有办法点门的，是，可能又要贴到了。是的，这2个人要分开走啊。这个移形一定是要管起眼门的，因为你现在这个局面，如果说是想去摊一个4，可能有点难。但你现在是必须要以飞行家为目标去进行追击。木偶是他自己是能扛伤害的，他到时候能硬抵这个伤害去走这个地窖。是的，这边的话也是看到了飞行家的一个位置。那移形一交的话，其实木偶是那边肯定是能够走掉了。对的。飞行家由于手上没有道具，所以也不是很好支撑住这个时间，而且旁边也没有地窖嘛。就尽量找一些地形嘛，让你晚点把我进行一个击倒。要这样击倒之后就没有办法去管这个终点门了。对，刚刚的话他们是第一时间就已经2个人分开了。你交了技能之后的话，起终点总能走一个嘛。那这样的话也是在第2局上半场年锦这边完成了一个3抓。是，也是要等一下双方换边，看能不能同样换回一个3抓才。一些角色你会不停的跟他在你绕个几圈才可以。没错。就是你如果要牵制台球手这个击球点，你需要浪费到他一些击伤。对，那这样的话，其实玩具商就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给到队友一些跳板的辅助了。是，他难道是单化险为夷？因为保护的实在太周全了，给你路堵死了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离得最近的话是磁铁的空军啊。没错。是先往鬼板的一个方向拉，看到阿策应该也是有给他在鬼屋这边去提供一些辅助。他的目标肯定是不想要找空军的，想要去找这个玩具商。玩具商现在才挪开自己的点位，想要去2楼。这边球体想要先把密码机封住，应该看起来要去追一下病患了。是想找卡梦。到了鬼屋2楼，他利用飞翼其实就是能去躲避一些击球点。对，我就相当于从你的出生点又给你拉回去了。对，这里先跳下来，等你落地之后，他就要用钩了。想摆盘，交一个弹射给你拉开身位。闪现还有13秒，藏红光能骗到吗？没有骗到。骗到。因为本身你前期要赶过来，已经基本上把自己的击球点消耗的比较多了。但这样有点危险啊！闪现要交了，闪现一好，直接就拿一刀，给到自己一阶。但卡莫现在的话，手里的钩索是齐全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前期他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弹射去牵制的，所以说现在就看一下他钩索怎么交，直接勾出了你这样的一个击球点范围之内。这个落点还是比较近的，这个主球可以把板区直接架住。前面的话好像翻不过去了，对，翻不过去了。这样子玩，自己的2个钩都还没能交得出来。主要还是在红马，他把自己的点直接架得太死了，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地方能转。
那看一下队友怎么过来，不过第一波救援应该还是会正常进行救，而且因为你前期的钩子没交，那其实说明你的2-6能力还是有机会的。对。但现在也有个主球，先把密码机先封住。看佣兵过来救，佣兵是尽量要吃一刀，然后把人救下来。对，让他有一些牵制空间。而且主要你主球用来封密码机的话，其实救援上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嘛。没错。现在就等落地。对。你有惯性，他用钩。但因为我的一个击球点还是能够循环利用的，那这边又拦到了你要进躲刀。但是来不及下板，因为你要交互的话，我其实出一刀还是很大概率抽到了。差一点就进到了板后。对。那现在密码机不够，佣兵现在是没有办法再过来进行救援的，只能换人来。觉得如果要保他活的话，还是得空军，对吧？我吃一刀，对，然后再给枪的话，至少你能先拉开这边干扰密码机这个区域。这个枪其实给出的效果会跟刚刚差不太多，因为台球手他并不怕你。如果把这个枪交了，他其实是赚的，因为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击优点，我再快速接近，通过自己的惯性去拿刀。要交枪吗？还是把枪交了？想让卡梦拉得更远一点，因为能看到阿策这边的密码机修的还是比较难受的，一直是在回退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卡梦是一定要牵制起来的，因为求生者已经相当于把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往他在身上去搭了。是的，而且现在也赶紧先把3战这台干扰比较多的密码机看能不能抢一抢。卡梦接到板区。对。但是出来之后，它整体的一个移速是非常快的。那现在卡梦把自己的钩子也全都交光了，利用滑梯想把监管者的这个惯性去浪费许多。这里不踩板的话是拿不到刀。哎，等等。还是逼了闪，对，还是逼了闪现。监管者也急了一些，这个地方其实如果说可以平地，平地拿刀。对，他已经没有办法交互了，前面都是空地。那看到求生的话，也是把3战给抢开，同时调整了一下空军的一个状态。没错。但现在留给雨梦的空间就很大了，因为密码机差的特别多。是的。起点那边也是有2台的，终点这边也是有2台。想了一下，起点站这边的话，0-4它是一个半状态，3个护腕。鬼屋这边密码机一旦要被封，就直接换电去修起点。对，不用再想着这一台去这台后面就要清零的那种感觉了。他肯定要扣，所以你还不如去修起点。是的。还是要打鬼屋吗？我觉得可以直接修起点。对你修起点的话，其实意义差不太多，因为这个密码机等会儿还会再扣一次。先踩跳板，利用终点站台隔开监管者，但台球手这个角色他就不怕，不太怕这样的一些障碍物。是的，因为你如果在终点站台一直玩的话，他可以一直去利用这些击球点。那你看到鬼屋那台密码机是有在被干扰的，首先它是有回退，其次有一个主球在那边。佣兵不能一直在那里待着呀，他得去起点啊！你鬼屋被封了，你在那里罚站，那现在只有1个人在那里做事。因为本身他刚刚好不容易修到40多，现在又退到了26。是的。所以说，如果直接修起点，可能到现在已经是40-50的一个进度了。没错。但这边的话是两个人的一个状态比较好，所以说还是能稍微拖出来一些时间的。空军现在的枪也已经交了，放出魔术棒卡住板区，位置卡得很漂亮啊。在骗红光。那同时，刚刚空军这台密码机也回退到了60的一个阶段，哇，一个飞轮操作，然后躲掉了主球，还砸了头。是的，这个我的天，丢了2次。这一串小连招。这漂亮的盖板，是的，也是让求生者这边多拖了一些节奏，让那边的状态也是直接补好。对，因为现在抢密码机真的不现实，2台密码机都被封住了，那你抢半天其实还是会被回退，不如大家都补一下状态，补一下道具。是的，空军这边可是没有道具啊，你补上状态是补上状态，他不能撑得了那么久的。对，但他已经撑了很久了。是的，对，至少让极限了。对，佣兵那边也是把状态给摸起来了，而且同时他带的离这边密码机已经比较远了。但浪费的时间也是有点久，因为鬼屋这台密码机一直在被扣，一直在被影响。现在的话是修到了65的一个进度，挂在地下室。那这个人其实只能其实佣兵玩具上都可以救一下，有一个高低差在。他现在不需要想那么多，他只需要把红马那边密码机一直扣，然后打个主球，一直去把求生者这边干扰走就行了。对。
因为这台密码机确实差的比较多，终点这边一个50多，一个60。是的，稍微一封的话，这台密码机就要修很久。现在想直接追玩具商。对，而且现在手里有闪的，甚至有机会我在外围就直接把你这个队友给击倒。没错，这两用闪现嘛，其实没必要，先用击球点拿刀。因为他确定佣兵那边是没撒手在点密码机嘛，他不可能第一时间过来救援。是的，先拿一刀，那边人过半了。而且如果在这个位置能够击倒阿瑟的话，他是可以直接挂到2台遗产中间的。是，这个跳板的话没办法再利用。是来不及，所以那边的选择也是秀下来赶紧摸，毕竟空军的话，他如果再倒地就是淘汰了。这个跳板还可以等一下直接全部踩掉嘛？可以看他要不要先去管一下密码机。现在帐篷出来，佣兵是有道具，他是需要出来给这个压力要去救人的。对。你红马的密码机，等一会儿还会再被控啊，修不了啊。对，先优先控一下狮龙，因为以求生来讲的话，他们碰狮龙这台密码机更快一点。直接退到了30多的一个，现在还46的一个进度。狮龙还是会被再扣的，所以说密码机肯定不够。而且空军这边救不了，你要赶紧换人才行。那台密码机也修不了了。他飞轮在预判对面的闪现。那这样下来的话，玩具商也是一个过半的一个状态，2台密码机差的真的是比较多了。这跳板刚刚不踩，有点伏笔，会让他多牵制一会儿。那对于台球手来讲就还好。对，那你来回转，我也来回去找一下就好了。那这边的话是要击倒，然后淘汰。密码机仍然还是修不太动的一个状态。对，我再打一颗主球出去，佣兵那边修不了，空军那台差的又比较多。这还是由于在起点那边半场，佣兵在那里挂机挂的时间拖了一点时间吧。对，他20秒、30秒也没有动。包括在终点半场，其实牵制的时间其实确实牵制的不够久，让资源这边搭上之后，所有人都在终点这边半场了。然后密码机由于台球手还能一直就是说是去削减去控，所以导致这个密码机越来越少，其实有点后边修不够。其实最后还是要去修起点站那一台，因为那一台的话，台球手他这边是控不到的。但现在还没有碰上啊，得需要佣兵坚持一整台的一个进度才可以。没错，起点那边密码机由于是个新的，主球这边是空了，但是想要再跟架住板区。没关系，我可以把击球点给放到这边，仍然架住你这边的一个3板区域啊。对于佣兵来讲的话，他的护腕也全都交光了。没错。被主球收到了。吸到了佣兵。对，把他尽量往一个。这板子还行。翻过去了，还是大胆。他组的这个监文者就是不敢冲动。这边其实是不太好翻了，因为你看空军那边那个密码机已经很多的一个进度，67了。那对于雨梦来讲的话，他觉得我不能再追下去了，要去那边去管一管。他想打回一个4抓，还是在封？对他得先封住了再出来追人才可以啊。像刚刚的话，就是虽然说是在追击，但是因为起点站的密码机没有封锁。好，再打一颗主球，去找磁铁，磁铁现在在摸箱子。对，但雨梦这边的一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好像感觉到了。这个位置一旦要出耳鸣，那就知道你是在后边去摸箱子了。得看一下磁铁摸了一个香水啊。那其实这个香水现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而且你就算藏脚步，我看到这个箱子是开了的一个状态，那我知道这里是有人的。这时香水不如针有用。是的，其实现在就算是针也没有时间去扎了，只能看如果不挂的话。只能限制到监文者，就是说是你如果不挂我，到时候后边我慢慢拉扯，我有机会能把自己的状态再打满。飞轮再躲刀，躲了一个蓄刀，因为这个蓄刀太明显了，把闪也给逼了出来。是很秀，但是现在有闪还是有一个终结的能力，后边再去找这个04现在在狮子级密码机才修到8成。对，你如果亮了，那这个位置就是已知，我能一直追你。主要是他不太敢，因为空军这边是挂飞的，如果我说我挂了的话。那你飞了以后，04可以直接走敌教，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过去的。我就算赶过去打你一刀，对吧？你也是能吃一个挽留的。所以说现在又开始这样的一个拉扯的一个对局了。如果要追求4的话，这空军现在就不敢挂。是。
雨梦这边他也在等，我先把你的密码机看能不能再尝试封住，不要让他成为一个99的状态。是的，也同时想要把自己的闪现冷却再缓回一些。后边我要再去追你这个佣，不管你佣兵手上能不能摸到。但是这边摇下来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磁铁还能拖时间，就算那台密码机被你退了84，他还是有机会牵制到压号的。再破1，已经89了，90。主球一吸，但是好像是放歪了，能吸到吗？吸到问题了。但把它放出来打倒的话，还是能够亮。其实刚刚就算打到了，也是能亮的。对，差一点能打到落一刀。直接亮了。知道监控者也是在等闪现，不给你机会。四姐这边需要去拖到那边佣兵去点门，佣兵点门需要18秒，还是被吸到了。球点落地。击倒空军之后可以先挂上之后再去找这边的终点，但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对，毕竟是满状态。他主要是能吃一刀的，而且你没有办法瞬间到达那样的一个位置。是的，中间满状态的佣兵想走你是拦不住的。那这样也是成功完成走了一个，然后监控者这边是完成了3抓。是的，将比赛对决的也是拖到了第3局。的一个救援的话，还是没什么压力，但我总觉得这把其实只要逃脱大师一个的化险为夷是不够的。对，其他人总要舍弃一下，看谁能再帮他进行。可以直接找住数的。我觉得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比分情况下，我是不挑人的。对于监管来讲，有谁就追谁了。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脸上是凌云的咒术师。先去追击咒术，咒术想要去钻祭司的这个洞。但祭司因为打洞的话，其实这边也是暴露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位置啊。是。看到他是往墓地那边跑的了。这阵容想要打4跑祭司，其实就比较核心的位置。就直接抓祭司。交出藤蔓。缠住了，打断了，非常准。那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打出来第2个洞。有一说一，刚刚如果他要是再往前一步，是不是能有机会把星辰直接卡住？哇，这个藤蔓也太准了吧！2刀直接击倒，这击倒时间55秒，人已经倒地了。对，这里甚至还在吸一下能量。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把它往红毯里面挂了。有了碎石，对，挂到大推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点你就算救下来，其实先知空间也很小啊，因为周围的空地比较多。对，要不要再洗个碎石？想缓一缓，等一等，等他大师这边能把椅子挪一下。而且他们应该不是逃脱大师过来救了，要咒术救完且开始陪跑，我觉得也不能救完就走掉。吸到一个重金之托，先铲。出刀，然后让他救吗？下来还是有机会打到这个针对刀的。打到了咒术。是的，那这样咒术就没有办法陪跑了。他想打侧刀，打侧刀把这祭司的洞给他打断。对，那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打到咒术也可以。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阵容下来最能保的是咒术，如果咒术倒的话，现在只能让勘探员临时调过来去陪跑一下祭司，那场上就只有逃脱大师一个人在破1了。现在比赛回来之后，我们看到年姐这边还是在想文技能追击。但这边的话，一个碎石是炸到了祭司，那对于勘探来，取消擦刀了。是的，他也没办法，因为取消擦刀都已经取消擦刀了，这个磁铁你丢吧，没丢得出来，那就有点可惜。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再保一保。是因为一旦倒了的话，就没什么机会了。他刚刚磁铁是必须要去断的，不过年纪影应该是抓准了这个时间，然后把这个藤蔓交出来了。确实有点极限，他能交的这个时间就是在1秒左右。是的。那还是用到了这个逃脱术。我觉得现在要压满救气，拖到咒术勘探2个人调好状态，再继续过来补。那现在密码机才2台半。现在就不管密码机的事情了，只要让祭司活着就行。比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剧本还要更劣势。对。但是打到了一个针对啊，那这样咒术勘探真得过来了。那要隔墙了，隔墙让咒术来发挥了。但他们来的是勘探我觉得其实勘探保
倒地的人的一个能力没有那么强。去小门吗？两个人也没有想着过来再帮了。哦，那就是想要去保一波保净胜。对，他保净胜。确实，两个人都没有想着过来。对。 3个满状态，接着往后打，争取保个平局，这样能少丢个净胜。因为你现在要是再被对面去进波3抓，那就丢了2个净胜。是的，2个净胜都丢出去。但现在的话，其实密码机差的还真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整个阵容化险为夷带的很少。对。哦，回光返照带的很少。是的，化险为夷现在是有3个的嘛，还有1个没有用到。碎石再一炸，用香水回了一下。但现在仍然队友去补上第5台密码机的速度比较慢嘛，因为当时是有2个人都在极限的距离。我觉得年锦他的藤蔓就不可能空，现在他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只要他放出去，这个藤蔓是一定能缠到人的。那刚刚碰上密码机的人又要过来救援，但是咒术他的化险为用过了，那看勘探员要来吗？但勘探员又没有回光返照。是的，你咒术现在只有1层，勘探员虽说是3个满磁铁，但你现在过来救，也只能在博弈上去下一番功夫了。哦，这个半活呢？这个半都看不到。对，那这样的话，还是让勘探修完以后过来救，然后咒术去压密码机，但那台密码机才35。是的，陶大师这边还没有带回光返照。他跟勘探都没有。对，其实到最后打谁都一样。哎，这一刀直接出，可能这个人救不下来了。对，我觉得他现在要小心这个藤蔓啊。我先缠你这边的窗口。对，我先缠前面就可以了。我知道你在缠这，而且我也约，你还是救不了。是的，这一刀的话就不急，慢慢等。这个人是要快过半的，急的是勘探员。我只要一直站在椅子跟前，这个人就要飞了。你没飞轮啊，你躲不了这一刀。对。现在最后一块磁铁了，这一刀。那现在他。不能吃刀呀，因为他也没有回光返照。是的，但是这个藤蔓又缠到了倒地，那密码机压好也没有用。他这哪玩的是杂货商啊？这玩的是鹿头啊！鹿头都不会拐弯呢。他这个锁的太准了。是的。现在手上有移形，再知道咒术师的位置，其实就可以直接追击了。对，其实现在对于年锦来讲，他拿净胜的概率很大。我只要切个兴奋都行，他切啥都行，什么都可以。啊，还不急。那现在就可以针对一下咒术，不能让他去亮密码机啊，因为看到勘探员是往墓地那边去跑的。没错。那我把咒术挂上以后，再去追一下勘探就好了，因为压的密码机在相反的方向。是的，他知道他的位置吗？切藤蔓，然后过去直接卡在中场。哎，并没有选择过去。墓地是有地窖的，主要他想用藤蔓看一下两边有没有漏一些脚印啊，但是勘探员那边已经是开始进步走了。是他现在其实要是能4抓，就是数据上的一个更新。对，但3抓也拿净胜。对，他也拿净胜，他现在已经任务完成了。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咒术椅子跟前让他挂飞啊，然后我再看能不能守住这个地窖。没错，但只要保证咒术挂飞就可以了。还真不太好走。主要还是没飞轮，他在地上直接设置个陷阱，你只要往上边走，其实就会被卡住。对，你要有飞轮的话，我可以躲一刀，然后去冲掉这个陷阱。而且现在耳鸣起来了，那年纪也知道你大概率要准备走这个地窖了。飞轮还是太重要了。哦，看到脚印了。发现了。哎，往回走，对。还要碎石先炸一层，再等。有一个长吸，但是距离好像没有用，有中间之托，再一个碎石完成击倒，完成了4抓。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恭喜季雅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并且收获了2个净胜。是，这2个净胜分现在也是直接收获当中了。对，因为大家如果想要冲击倒噩梦，你必须带一手弹射，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被比较快的击倒。这个阵容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位移能力，所以开门战的话，湖景村2个门是所有地图的特别安全的点。高强的话，他其实也可以自己捏着这个去反绕嘛，捏着技能去反绕，甚至我觉得这一把他直冲这。看一下，果然开局直接找守墓人去了。守墓人在牵制噩梦的时候，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确实，板子一点点下好，
也下了铲了。那把板子处理掉，还有一块板，就看一下要不要去玩一下那块板。但是带了快踩的噩梦，其实再压一下狩猎本能，可能2刀会连着给。对，巡猎一直加速也在。都模型的话，其实身距会贴得非常快。这低头卡一下狩猎本能的移速。 不过好在下一个铲子的 CD 也是续好的。嗯，对，这里哇下铲比较惊险，但还好有惊无险。哇，双11区，我觉得这个铲应该省一省震颤进板吧。它这个牵制其实已经非常完美了，因为可以安全转到前面的双11区域嘛。嗯，他可能是不想干扰密码机吗？选择到双窗，但这里一个不太敢移形过来，还是稳定拿刀。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可能。 哦，还好，阿卡把这个移形关掉了，这样子还得通过渡鸦传送进行一个赶路。嗯，直接过来，这里再玩双11的板，有点干扰到密码机，看一下幸运儿有没有想帮助。哇，一个过板刀直接击倒。秒牌有信号枪，想利用香水过来一波 OB， 也算是强行耽误了一点阿卡这边时间，但是坏处就是给到了开2阶了。 还想来的话，信号枪是来不太及的，最多是救人以后给个26。对，但是没有监管者的威慑吧？嗯，没有道具的守护人面对2阶的噩梦，应该是牵制不太了的。对，那救济为原则嘛，还是让秒牌来救一救。外面虽然有2个化险为夷，但是如果要硬走过来去套化险为夷的话，花太多时间。这波飞轮躲掉了这波飞掠。 吃一刀稳定救下来，那还有一杆信号枪，看怎么保一下守门人的26。哎，这个枪开的有点错过了最佳的时机，是最好是在阿卡这边擦刀的时候就直接把这杆信号枪开出来会更好一点。嗯，直接传到脸上。对，2阶的窥探累积速度会非常快。那这里只能绕模型啊，进交互点应该是来不太及了。 那第2波的话，要考虑小屋这边的求生者再刷一波化险为夷了。但是有个伏笔，就是鸟牌这边他没有携带火光返照，并且他的绝世逢生也是交过了，所以在开门战的话得注意一下。是，可以考虑自己补充点道具，或者说跟心里要个移情。这里失误了，感觉有点救不下来。幸好秒牌那边来补救，但是阿卡也捕捉到了。对，也只是能救下来。会传回去吧？ 问题不大，反正只要打到这一刀就可以。2步路的事儿。嗯，而且这一波的话，求生者调动了那么多的一个人力物力，其实密码机就不太够了，也给了阿卡充足的一个后期运营的时间。是的，这个时候心理学家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他可以通过给星宇儿移情，确保他能有24牵制能力。嗯，但是心理移情以后自己变脆弱了不说，秒牌这里是没有道具的。 感觉牵制时间也不会很久，他得带走双11，双11是台大遗产。哦，这个翻窗非常危险呀。然后半状态的也不太敢修，飞行家不敢修。因为携带了封窗的缘故，所以这刀要给了。嗯，回光返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压不压机不重要，现在是怎么样把密码机修够、修开。对，给双11个渡鸦，手上是有渡鸦传送的。 阿卡熟练度太高了，你看开出2阶还能把这个巡猎卡在这个状态条上。的。不过好在幸运儿他是一个双团飞轮的牵制天赋嘛，所以说他可以在2次牵制时候争取更多时间。嗯，也在一直追击的同时观察一下求生者的一个破译，掌握求生者的一个破译信息，这样后面有上移节奏，有机会拦截。这个飞轮可以省一下。 可以，还利用一个小掩体规避了一下飞掠，对，绕了一下模型。那这样其实可以不挂，因为他大概率猜到这个秒牌是没有自愈的。对，没有，而且剩下3名求生者他都没有携带火光返照。哇，直接击倒在遗产。那心里的话，必须先把秒牌摸起来，然后过来救人，位置是确定的。这个人应该是救不下来，因为阿卡手上还有一手移形。移形对，直接过去拦截的话，心里没有任何道具，估计这个化险为夷是套不太出来的。对，那这边秒牌被治疗起来，就说明2个人是在一起的。嗯，除非这波 Yuki 的话，他就不救人，
他就硬卡着，假装不救，哎，让了身位，没有发现 Yuki 过去救人的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被迫选择去干扰机子为主了，毕竟他手上移星还在手里，再把秒牌击倒，打求生者一个疲于奔命也是可以的。对他应该是不敢确定心理学家到底有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如果说携带回光返照，木是可以压机的。那这里秒牌博弈的很好，哇，一直短板没给机会，阿卡只能处理板子。对的，海边的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70%多的进度。骗到了飞轮，想顶刀气，但是阿卡卡了一下魔。那这里的话，已经可能要被击倒了，撑了大量的时间了。对，现在有点尴尬的就是，你压机的地方离大门太远了，而小门又被一个没自愈的秒牌站住，而且阿卡应该也从这么多次追击里面判断出来，秒牌不光没有自愈，也没有这个回光返照。虽然说我压好了2台密码机，但是现在优势还是在阿卡这边。对，就倒在地上。队友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击倒心理学家，秒牌没有自愈，可以先挂这边的心理学家。对，那 Joker 也不能点大门，不然一个乌鸦过去大门锁住的话，门也点不了。对，而且他现在的问题是，刚才吃到了渡鸦，导致阿卡这边能知道他的具体位置。那所有人位置都锁定了，只要接下来在秒牌倒地淘汰前把 Joker 击倒，就是个稳4爪。对的。还有2个飞行器。直接选择了一手投降结束。可能面对野人 OB 的时候，还要逼出来一个主球。对，而且这个阵容的话，也是一个闪现开刀的节奏。前期短板博弈，道具都前期的追击。没错，看下去选择是双11的魔术师，然后大船的一个飞行，气象。这是大门的野人和木屋的弓箭手。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这个坠机目标好像是选在大门的求生者 ，CT 这边。应该只是想驱赶一下 CT 的破译，再掉头去找一下外侧求生。对的，前期逼救人外，而且就是野人要 OB 的话，第一只猪的持续时间是最久的，所以说提前逼掉，对于后面来说也是有一个收益在。而且这边不太敢草率的去下猪，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诱饵战术了，就可能怕喝成一个回马枪。对。不过你看 RC 这个密码机还是很快啊，虽然鹤神他前期去驱赶了一下求生者的破译，但是左边的密码机完全没有停过。对的，毕竟地图大嘛，有沟通爆点的情况下，这一波把你前期修的密码机直接给它剪掉。对，晚点进入追击，击球点会更多一点，而且闪现也有机会去开第一刀。这边携带的是一手弹射，所以说他的牵制能力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这里应该要逼个道具了。这边得交一个魔术棒。但是有点被反绕到了位置，不过鹤神没有察觉到。是闪现开一刀，那有主球，这一波主球至关重要，是看能不能把魔术师抓住。选择求稳，先拉近身距，下波近点再用主球。那 UMP 已经来了，看一下百步穿杨能不能命中吗？刚好命中，并且补上了一个4类值。对。但是因为 Soba 刚刚也是比较紧急，交出了魔术棒，所以这波没道具。对，主球封路，那就只能被击倒了。这波Yuki 的操作很优秀，但是2个人好像这波，趁你分心的空档，然后直接射下了这边的 Soba。主球刚交过，而鹤神想再次利用那个主球，但是那个主球它是运动状态 ，UMP 是找了个机会打到了，还有一个魔术棒还能撑一会儿。其实现在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把海侧这台被干扰的密码机修亮，不然的话后面有上移节奏会继续干扰。对的，一个牵引过来，击到了。那这次是能被击倒的，不过又倒在了UMP的旁边，他还是能再一次 OB。是的，还是太少了，海侧这台密码机应该是不太能修亮的。UMP 应该也是稍微拖回时间，强行过来 OB 的话，风险性还是很高的。又射中核但是没射到交互，扛不了刀。不过拖到时间就是赚的。得换一台机子修了。算是把前期的一个牵制节奏给弥补回来了一些嘛。对。但同样的，已经相当于是把 UMP 跟 Soba 的道具都打干了。
后面鹤神的一个追击，有这个2阶跟1阶在，应该就是比较好能拿刀。强风推开，想保一个无伤，再交出飞轮，但鹤神没有选择摊这一刀，那还是要回身追击一下 Soba。哦 ，CT 直接人活的手无逼，出来可以拱。虽然你现在假想要出来会更快了，但是还是有后摇。对的。 这里翻不了呀，对，因为你开了2阶之后，惯性的落地后摇会非常短嘛。嗯。主球封住路，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能进行 OB 了。对。那野人就准备下一波讨好减唯一就行。下一波鹤神闪现也好了。是的，而且有主球的话是有一定的救援压力的啊。 看他要不要考虑去打个双导，主球一下吸回来，放到 Soba 旁边，啊，放到 CT 旁边。对，这边猪的 CD 还有一个2秒，可能不太能进行一个 OB。嗯，还是先减员嘛。对。 就看一下密码机的分布适不适合鹤神后面去守一守。我看他双11那边是有一台的，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机子，比较木屋那台是那台90的，马上就快开完了。然后小船这边是那台40多的。对，中场梅西，然后是一个小船机，这台被守住。 最后3台是角落小船，还有一台应该是在海边。对，但是这样子再继续追击的话，海边那台密码机马上就要压机了。嗯，已经修了非常多了。但是你过去 CT 它是一个野人，这个时间点带过去就可以直接把密码机点亮了。对，不过感觉都可以贴本了。对，直接传吗？半状态还真得先走。主球没吸到，走位走掉了。 那这样把底牌逼出来，就知道鹤神他是没有挽留的。那这样子的话，存者就可以去运营一下，看怎么想着开门战3跑了。对，3人如果开门战都是满状态的话，鹤神这里还真就不好来人。这个传送切的可能有点孤注一掷了，想把野人秒在海边这台密码机。嗯，但是 CT 还是很老道呀，不会很老道，机会。那个走位躲主球很关键。 这样打了一个远距离2台机的拉扯，再往前走的话是富库的气象学家，而且他的道具也是很充足，完全有牵制的能力，甚至来不及逼道具了。这边遗产又有人补，又赶紧得回去。但是你现在回去，密码机就可以直接通电了。能亮。 亮，直接亮了，也不给鹤神去拖技能，一个蓄力刀没有命中，那就想办法留一下拥替吧。但是因为你没有携带挽留嘛，所以说你还得打2刀。对，这个主球又没抓到，所幸是地窖离得比较远。 对的，啊，门已经点开，至少对于阿塞来说是个平局，就看 UMP 能不能千里的往门冲一冲，或者往地窖冲一冲，可能会有点困难。这个贝努的撕裂值没有挂上，再架住，这里一个主球，飞轮想去躲，不过被牵引还是吸了回来。对，飞轮顶不掉主球的。往小屋跑的话，得看这边 CT 能不能接一下。下这个气象学家的强风，再配合野人的冲撞，先撞一下这个拐角。强风可以再撞一下，再撞，先不着急，掩护还能扛刀。对，这个主球只要得规避一下，有帮忙吃就行。有点卡膜了，一个传送过来，野人可以来得及吗？拱到了，有后摇，但是针对刀还是命中了拥替。是。 这波配合可以说是非常精彩了，对。不过好在这刀针对刀还是打到了弓箭手嘛，感觉还是想真的。RC 这里还有一个强风，也可以把野人的野性伙伴再拖出来。对，而且这个板子是下掉了，你没有办法挂到地下室。吃一刀就吧。
贺神要把主球留着，他不能用来守野。对他得把这个主球留在门口的那一波。对，把门封住，而且他得确保手上至少有一个击球点。对，最好是野人救，因为野人一会儿集成状态下，他就不怕被打针对了。扛下一刀救下来，骑上野性伙伴，还有一个强风先推。强风把主球的那个节点给打断了。好在有牵引可以拦一下路，不过这波的话还是拼一个针对刀。主球把野人抓下来了。哦，那这样完成击倒，这波就争不了了。是，酷酷位置也比较安全，那最后还是能够留下 UMP。对，完成了一个平局。原来平时觉得很安全的木屋这种长窗区，它只要一个开门那就行了。对。但同样，因为地图所限制，你杂货商也吃一刀，然后这个时候再进医院或者去废墟找队友帮助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选点，贺神选择在了梯次墙的位置，脸上是小门地窖的火灾和大门的大树，直接追了。对，酷酷，哎，这里没有选择往木屋拉，而是选择直接进个靠近医院的板子。那这样子的话，刚好这边 UMP 的密码机被封了，所以他就算往废墟这边稍微跑一下，也不会太干扰到古董上的破译。应该是直接进医院了，医院太多地方可以堵，你这个气囊还必须处理，不处理的话，医院兜2圈一定能利用上。对的，那这样子把气囊处理完之后，可以找一下雕像的古董商。那抓古董商的话，就必须有重金之托，提前吸好。还是要看两边的一个近身博弈。窥视者直接架住，但是 UMP 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转点，那这个窥视者可能很大概率白交了。对，再吸一个买卖。哇，走位扭掉了，转世有移速加成。没错，进到前面的话，点刺再拉开一些身距。碎石用飞轮顶掉，不想亏身位，回头再给一棍，一个止格给上。那这一波应该准备给一刀平地刀了。碎石炸到一刀。对。好在说是把贺神这边的能量全部都消耗殆尽了，充能都给消耗完了。这里怀疑他要绕，所以身位上有点被绕到了。对的，那这样子可能得回身打棍。打了一个点刺止戈，这个板不能下，下了很容易被碎石击倒的。哇 ，UMP 的博弈可以说是非常亮眼啊，而且还躲掉了碎石，可以再次成功进板。是的，已经没道具了。没错，那也牵制了1分40多秒吧。对，等挂上了以后，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合格、稳定的牵制时间。这个节奏对于求生者来说是有一定争胜面的，因为外侧有一个幸运儿，它可以稍微弥补一下破译进度。这里是让幸运儿过来，索巴已经许愿了一个枪，加上一瓶香水，是能给到26。一会儿可以保人进医院。其实打杂货商可以直接什么？直接就是我用命去换，保进医院去帮忙扛进医院也是 OK 的。对，这波没有选择给 UMP 扛刀，那这样藤蔓的话就看能不能规避掉了。比较难。又规避掉了吗？虽然躲掉了，但是后面没道具，在医院也不太好牵制啊。不过好像是能够转到前面的小门地窖板区的。气囊来帮。不过一个气囊堵路，再用肉身卡板，还是要再吸一个碎石，把气囊先打掉。但是在此之前，UMP极限的弹出来了，能进医院。没错，但是因为手上没有碎石嘛，所以说也没有办法阻止古董商进到这个。先骗碎石再翻，下步骗。再一个碎石，那这个是避无可避了。对的，最后2台密码机都是在破译的，并且他 UMP 的牵制思路非常明确，我就是不倒在队友的迷产机。最后2台都有人破译，而且杂货商是非常怕队友陪跑的。藤蔓的话可以用肉身去扛，碎石的话只要前面那个人躲得好就行。下一波UMP是有飞轮的，所以说这一把还是有争胜面，就看一下贺神下一波要不要切闪现去打针对了。对的。这波的话，想打一个救不下来。离淘汰的血线还比较多啊，而且这波还可以陪跑进行扛刀。对 ，CT 要全程保驾护航了。要不要考虑切一手闪现快速接倒？就看他对密码机的判断准不准确。对，如果贸然的切密码机还是够了，那开门战就没有任何保。要切的话，得现在赶紧切。如果再不切的话，密码机就要压好了，再切就于事无补了。是。这边有发现击倒不了不动的，幸运儿也到位了，2人扛刀。
一人卡一个门，一个人卡这个门，一个人卡板子。没办法呀，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击倒时间了。对，而且手上还没有能量了。只要保证不被压起身就行，直接亮。虽吸的是碎石，那帮不了自己击倒人啊。而且手上没有蝇头小利，还没有办法再次开门了，只能掉头追击一下这边的 Soba。Soba没道具，那这个短板的话，看能不能快速击倒吧。有点难，手上没有藤蔓是不会给到特别大的一个追击压力的。小门已经点上了，一个短期博弈。哎呀，刀太短了，没抽到这一刀。刀气结束的很早，这个角色还是没打到，又躲开了，甚至翻过去了板子，门还关了，弹射交出来还能进音乐，自然之力，完了，藤蔓甚至也躲掉了。必须地胶就在那个女神下，这个方向是对的。蝇头小利的话，还差2秒钟才能续好。要不切个移形吧，拦一下。得拦了。那把人架回来，Soba这里就很难有操作空间了。毕竟弹射也已经交过，再开个门到脸上。完成击倒，最终击倒，也是 RC 的求生者完成一个3跑，太吓人了，那2波差一点点就被 Soba 这边操作到了一个地窖，眼力交互的。而且如果说是医院那台密码机刷在了2楼的位置，我把眼插在1楼，你这个眼都不好拔。对，你如果放弃这台密码机再去其他地方，那干扰的目的也已经达成了。阿卡是选择在了梯子墙的位置，那这样子也是可以有机会封到，不管是雕像还是废墟的密码机的。而且无论谁被追，他可以进医院，放心，大胆进，不用担心干扰密码机。没错。进入比赛画面，开局往前走的话，就是秒牌的幻灯痴。这个角色在牵制跛脚羊的时候，可能不太好发挥出他的角色优势。是。架住先，攒攒原力。哎，好像出去了。对，那只能再补上一个笼子。哦呦，非常灵活啊！秒牌这边完全没有太难预判他的位置了。对，因为你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确定幻灯师的具体方位嘛，反而是被这边秒牌移形换影，然后给到了牵制空间了。对，这本来记这个空间就比较复杂，更何况还得判断一个你这个位移。那这样转到医院里了之后，可能就不太好进行牵制了，拉一个不太好进行追击了，高低差。但是如果下一波秒牌没道具的话，阿卡只要贴近身距，大概率是能击倒的，给了一个受伤加速，是可以锁定到秒牌的一个具体转点方位的。手上的幻灯片暂时还续不好，不过有飞轮进板，看一下 Joker 有帮忙操作一下的想法吗？肯定得帮一下，因为帮忙卡板子过来了。但是这里阿卡一个围龙直接把它隔绝开了，秒牌钻到了脸上，还有飞轮，甚至这个笼子还有机会能废。对，哇，龙废了，还进在了板区。对，这个飞轮还省出来了。下一波的幻灯已经好了。哦，及时收掉了幻灯片，那还能再废一个笼子。哇，这一波秒牌真燃尽了。对，一个蓄力刀带走了秒牌。秒牌想用飞轮去吃掉这个刀气再下板的。对，这波算是两边的一个千层博弈吧。直接把 Joker 给框住，不让你 OB。密码机是来到接近3弹，那 Joker 反正也带了化险为夷，就让他救呗。哦，还是进行了换位，但这样密码机会慢啊。对，而且这边被通缉的反而是大副，感觉没有必要换局波位会更好一点。是，直接让大副修亮第一台以后再去找台新的。哎，打椅子了，那无伤就可以扛刀，甚至可以扛刀。但没选择扛，可能得扛刀才争胜面会帮忙拆吗？也拆不掉，得扛刀。第一个笼子也扛刀，第二个笼子的话考虑要不要拆。对。这样的话，虽然秒牌前期牵制了很久，但是还是密码机不太够啊，因为有一波没有特别大意义的换位，你2波20秒的一个时间套下来，密码机还是差一台阵。还得修一台1字墙 ，Joker 这里甚至有风险，炸了一下，炸晕了这边的跛脚羊，能还行，贴近椅子，对，再卡回血吧，直接扯，2波其实以上的淘汰进度都没怎么卡，对，扛到了，
但是这个扛刀是没有交冤力的扛刀，对于阿卡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对。 而且现在场上密码机还差75的进度，你要真的想扛够是比较困难的。哎，这一波是直接扛倒了。那阿卡也顺利的逼掉了秒牌的下一波人物投影。对，那幻灯片进入 CD， 飞轮又没有好，就不太有牵制空间了。就看这波阿卡，感觉这个龙放的不是很实在不行切闪，对，切闪完成快速击倒就行。 对啊，我目标就只是击倒人，而且这个阵容没有 OB 位，击倒了以后把上官飞淘汰，那开门战的时候你3个人必须从我一个跛脚牙眼里溜走才行。那这样子的话，阿卡只需要再留下1名求生者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对 ，BB 道具。大副还有个表，应该是这个表要省的。哦，这波预判到了大副会钻过来，然后拿到1刀。得带走遗产才行。不带走的话，感觉一会儿人机桶手了。表又得省，因为后面得3人3跑。差一点，这个刀器还是规避掉了。可以。不过他们是决定新起了一台22的，没有去补这台一字墙81的。所以说还有一波救人环节。 怕强行补这台机子，所有人的目标就是这台机子，那阿卡就可以先，但是有不挂人，这边是有地下室，有地下室，而且你这样拖下去的话，有个问题就是阿卡下一个闪现，甚至有可能在开幕战之前能转好。你要真的闪现拖好的话，想3人3跑的概率就更小了。对，但现在对 AR 来说，求生者也只能先走一步啊，走一步看一步啊。 围住打针对，化险为夷往外冲。对，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想通电会比较极限，得强摸头才行。对，不太够。哎，先去管机子。那边废墟是一个半血的枯丑，确实有机会能快速击倒。而且很多枯丑他是没带回光返照的，所以说阿卡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那这样子的话，一兹强的密码器应该是管已经压好了，就想办法拖一下自己的闪现，然后在开门战之前，就开门战之后再留下枯丑就可以了。对，枯丑有位移能力，所以说这一波只要尽量的远离带监管，远离大门，后面看能不能火箭去冲地窖或者冲门。对他得围着地窖的那个方位去牵制。阿卡的话，我的目标就是开门战满愿力，我不管你有没有回光返照，我一会儿闪现好了，对，谁都得倒。你火箭我有可能给你框回来。 哎呀，火箭被打断了，看到阿卡的一个落点。是。那这样，这把对于 A2 的求生者来说是必须争这个3跑的。对，得来。但现在阿卡愿力那么多，闪现也还在。对，而且化险为夷都是很绝望殆尽。选择，哎，大副摇表打到了，还好触发了失乐园，能够安全走门。 那应该是只能保平了。对的。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RC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对的。无论是第1回合阿卡的漂亮发挥，完成了一个4抓，还是第2回合 RC 求生者的一个漂亮发挥，2比0直接带走对手。所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下机会。对的，前期必须要击倒的比较快啊。这把是由卡兹内口来使用这个弓箭手。 本体先去追弓箭手，把他给逼进墓地，然后14人附身中场大副再拉回来。对，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先拖慢一下中场的密码机。是，然后等到弓箭，14人拉出来，先往中场赶，但他的本体好像没去墓地，他是想追多丽丝的幻灯师吗？还是说先干扰一下？是先去管了一下多丽丝。对，这边多丽丝直接交出技能，释放了形状投影。 还骗到了这个本体的走位啊，把他给骗到那个巷子里面，然后再拉回，非常极限的一个控制。这样的话，中场先干扰一下吧。先附身一波中场，逼大副去换一台密码机破译，或者说在边上等到陶片能拆。顺便再去找一下红蝶亭方向的卡兹雷口。是的，找到了，那就直接过去了。最终还是想处理一下弓箭手，感觉会更好追一点。这卡兹内口被上到了59的侵蚀值。 但是陶片是附身在了红蝶河啊，所以他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不太好追击卡兹内口的。暂时的话还没有找到什么可以去突破的节奏点。没错，而且外面的求生者也是已经在疯狂修了，
上射了一个龙骨弓，好像没有命中啊，身上是没有撕裂词的。而且卡兹内口这一波回头射龙骨弓，导致自己的侵蚀值涨到了69，他想去圈内消，但这里就看一下，哎呦，闪现！是的，这里库拉伊如果说能早一点闪的话，他有可能是交不出来这个飞轮的，受伤的一个情况下。不过对于求生者来说，还好也是把侵蚀度掉完了。没错。 等于说你闪现开了一刀，而且卡兹内口还清空了自己全身的侵蚀值，是非常赚的。卡兹内口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后撤壁弩以及2把龙骨弓，69的侵蚀度。接下来只要需要躲，哎呦，是有点太过于大胆了。没错，直接下板被抽倒了。因为前面还在想他可能需要躲掉身上伊斯人的那一波吼，才是有机会活下来嘛。对，因为其实当时是69的一个侵蚀度嘛。对。而且监管者这边已经是没有闪现，可是这波被抽倒其实还是比较亏的。没错，当时的身距确实是不太够啊，在楼上附身了一个陶片，然后继续到中场干扰。这波救人是选择让哈梅茨的魔术师过来救援，直接无伤掏了。那这波状态保的还挺舒服的。魔术师正常救完人，你半状态去破译是会被伊斯人干扰的，就不太敢修。现在大副被逼出了一个表，我们看一下下一波的救援吧。主要这样子打的话，其实会把整个你后期想要去续节奏的机会变少。对，最关键的就是你依旧的人他没有变成半状态，你后面没法用2阶去控他那台密码机。然后又找到了多利斯，因为他的一个道具和技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对于求生者来说是不用省道具的。但这波其实拖下来的时间差不多有2个化险为夷了。对，因为卡斯内口刚才还躺到了那个轨道上，对，所以导致说没有办法直接牵。是。虽然说求生者刚才也被逼着跑来跑去，但是你至少是有1个人是可以进行破译的。但相当于这20秒里面，你的密码机是直接多了1点嘛？对，到了 S 版魔术师的附身，前面就说过了，如果当时是半状态的魔术师，他这一波是很危险的。而且这里哈梅茨是利用自己的飞轮，状态，对他利用自己的飞轮清空掉了这波侵蚀值，甚至连1刀都不给你，完全不给机会。那卡兹雷口这个地方有点远，现在看一下伊森先吼刀一下，有飞轮怎么说？虽然说出圈了，但是侵蚀值还有98，还是比较危险的。伊森的吼应该还有几秒钟，看一下这里落地以后的壁弩以及龙骨弓怎么释放吧。哦呦，这刀很极限，闪现，没错。因为这里如果他踩板的话，卡斯涅口是还有机会再释放自己的一个壁弩来规避这一刀的。是的，而且你其实追他的时候已经是交了2个闪现，我觉得这波对于求生者来说已经是比较赚了。是的。那一会儿你可能后面续节奏也不太好续。但关键的点在于求生者后面的3人残局怎么处理了？他们是需要去多开1台密码机的，有1台定格的密码机应该是可以开掉。那另外1台是1半，所以求生者也在补充自己的道具啊。是的，因为希拉米基是被逼掉了怀表嘛，那现在是摸了一根魔术棒。没错。现在就看中后期的一个拉扯了，哇，是外面好像多开了2台，也是给到了艾维一些压力啊。主要是全员满状态的话，你其实附身完落地是不太好拿刀的，包括他们还有魔术棒。你现在附身完了以后，他魔术棒一交，你的医生都不一定好去上到侵蚀值。而且你这样拖下去续不上节奏的话，其实外面兴起那台会越来越多，到后面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再去控场了。没错，是红蝶河跟独洞都在进行一个破译。对，2台密码机都在给压力，但现在还是没有拿到状态。是的，这边虽然有一个3连，但是距离还是比较远，想尝试抽1刀，并没有抽到。多利斯手上是没有飞轮的，所以这波侵蚀值他会比较难消掉。看一下，他是释放了一个免控，让自己来延迟进入这个控制状态。还在跟，本体还在跟。哦，下了板以后触发了这个控制，那这刀能拿到吗？是选择直接传走。但是过来的话，其实这台已经是非常多了。对的，他觉得密码机可能差一点，所以传得过来，但这台已经压好了。现在求生者有一个贴门的机会，2个门甚至都可以找机会贴。感觉这里的话已经可以先拉走，然后安排喜拉米过来卡了，而那边的话可以选择去贴门。因为现在场上最危险的人其实是哈梅齿，他没有带回光返照。另外2位的话，其实贴在门口也还好。你如果提前附身的话，那么这个陶片我就可以更早的拆掉。而且幻灯师他在面对陶片的时候是没有其他角色那么害怕的。
这边继续在破译另一台密码机。是的，你管红蝶河，那么独栋那边又开修了，给到独栋的密码机一波定格，魔术师正在破译。而且多利斯他卡的一个位置是不想让伊斯人去干扰到一会点门，是，稍微离门远一点。现在平地追大副，手上闪现也拖好了，应该要布局一下开门战了。但是把医生拉走吗？拉离独栋，现在再去拉走的话，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啊。对，看一下，阿梅茨没有选择强开，还在等大副那边落位墓地门。但你这样等下去的话，一会儿多利斯的飞轮也那个弹射好了。是的，不过大副也没有选择去往墓地，哎，传送过来，撞了一下。是的，这一波被车撞，要找机会开吗？求生者们直接开掉了。是的，选择把独栋的密码机给通电，但这样的话门口暂时没有人，他们现在不着急。你传的陶片也只能落点在独栋附近，还是没有能够控到独栋门。嗯。现在求生者是不太着急的，他们可以考虑去把这个挽留给拖过去，不要给到闪现的身位。但是哈梅茨这边离监管者还是越来越近了，手上只有最后一根魔术棒，看一下还有没有操作的空间吧。手上是有一个飞轮在的，求生者不敢点门，那利用这段时间，普拉伊就必须得快速把人给击倒，想骗魔术棒被骗了出来，那这块板应该是要打倒了。哎，看了，哇！飞轮顶闪再翻回去，前面这个窗还有机会吗？好像不行。是的，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没有一个小加速。那可以看到学校门那边也是成功偷开，多利斯也已经进门了。那双方在第一局的上半场是完成了一把平局。其实，在赛前我们预测多扎几格状态嘛。其实整体看下来的话，就感觉这把还是有一个争多的面的。没错。不过对于求生者来说，还是得吃他们的配合怎么样。红蝶河那边应该干扰不了了，就是医生直接进入墓地牵制的这么一个节奏。换灯师的话，可以先去红蝶亭附近破译。是。我看一下前期，看一下，果然也是冲着医生去了。所以吉渊选择进入墓地，哎 ，Peter 拐弯了，没有想去管一下医生。嗯，他有可能说是把这个幻灯师也逼进去吗？但是也不对啊，看这个样子应该是想直接追幻灯师了。是的，不过幻灯师这个位置的话是选择直接开始起牵制了。没错，这边释放了情状投影，不过时间也快到了。哎呦，双重惊喜的第一个球上刀。2个，没错。我这里就直接是爆了。他是让双重惊喜的分身打到了自己的本体的一个转盘上，上到了那颗球。身上其实还是挂着一个惊吓标记。是的，他是连续隔着墙壁去上到了几颗球。那这是砸了一个头，但整体的节奏其实有点快，因为你等到一会儿 CD 好了之后，其实感觉还是很有压力的。是的，在这个点位。直接把形状投影的分身给打倒了。那看一下这波举起来以后，击倒节奏还是蛮舒服的，还干扰到了甲门这边的一个密码机。相当于你是只用了2个双重惊喜，然后也没有吃技能，就已经把幻灯师击倒了。是的，而且通击到了脸上的骑士啊，这个位置骑士倒没有特别大的危险，就看 Peter 有没有考虑要交这个移形出去了。没有交，那么就在椅子面前进一波手椅，技能被封了，双重惊喜交不出来，直接一波荣誉不明把人给掏了下来，还是补上了骑士的这波伤害。是的，不过手上其实也还有移形。嗯，这里看一下脚印，感觉距离不是特别远，所以他没有还是在附近的。对，所以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考虑交移形。还有一段空中飞人可以赶上这个身位。Allen 这边形状投影的效果也结束了，下一个双重惊喜，看一下近板，那有机会上双球，可以遇到了一个砸头。是的，那第2段双重惊喜拉过去有没有机会直接击倒呢？选择空中飞人拉过来，很稳啊，并没有第一时间释放远程的，而是本体贴近以后再去打倒。是的，其实他第一波救完人下来之后，还是拖了挺久的一个时间的。是的。不过挂到红蝶亭这里会干扰到第4台的密码机。没错，
毕竟骑士没有携带化险为夷，他这一波去摊骑士的那1/4状态以后，也是给到了幻灯师1波2-6的机会。这样的话，把人赶到独栋去新起一台，是，你的密码机的话就很难再开门，就是2救下来之后够。没错，这里普攻是被封掉了，技能没有封到，直接双惊喜打出去，骑士已倒。那再接着处理幻灯师，看能不能快速打倒。哦呦，这个地方还是打到了幻影，他没有拉走。 直接把幻影打倒，所以挂飞幻灯师以后可以立刻续上骑士的一波节奏。是的，而且你这样的话，你新起那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我现在直接挂在2台密码机的中间。没错。那这里可爱可能也要被干扰了，或者就是他直接卡过来救援。那边刚亮密码机，这里挂上可以直接去找可爱。是。因为外面的人就算要过来补救，其实也是要跑半张地图的。没错。 这边已经绕了过去，那这个手椅应该会是一个无伤救援了。哎呦，空中飞人跳了一下，但是没有过去，封了一下技能，技能封成功了。那再利用自己的一个小加速，哦呦，又击倒了。是的，2台密码机都在破亿。 这个相持的小加速并没有帮助骑士能够转进一个比较舒服的点啊，最终还是被打倒，然后再挂到独栋。可以看到红蝶河其实已经在修了，所以 Peter 这一波是选择把人挂进地下室，想去尝试赌一下，看有没有机会赌到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但这把骑士是携带了回光返照的，而且你牵下来的话，密码机已经是要压好了。没错，这地方先上2个球，土球。 打飞出去，再补双重惊喜，立刻上到2颗。如果说处理得快，其实另一个人还没跑掉。没错，这里能击倒，而且手上还有移形，他这把携带了挽留啊。求生者那边把红蝶河的密码机给开掉以后，并没有快速的贴到墓地门。Peter 这一波过去，可能要连耳鸣都没有了。主要这个的话，确实本身的位置会比较远，这里选择先交移形。是的。 但是过来求生者的运的非常不错啊，墓地门那边没有放人，而是让木偶师在学校门这里扛压。但这个点位的话，离地窖还是比较远的。现在医生必须要从中场赶回去墓地门进行一个破译。看一下木偶师，你能撑的一个时间跟距离，感觉有点不太够。是的，就大概率还是一个3抓了。跳过来，先拿一刀。地窖是在红蝶亭的方向。是。 现在莫偶斯也是在往那边赶，交出了第1个路易，但是感觉可爱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难靠近地窖了。这里应该是不太能撑到地窖方向了。是的，又一个双惊喜，直接在窗口打倒。那最终是第1局的下半局完成了一个3抓。没错，其实可以看出来前场在胡锦春这张地图发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其实障碍物并不算特别多嘛。 平地方面，如果提前能够看到监管者、求生者来的一个方向，监管者是可以主动出去拦截的，应该不太会考虑直接上大船追了。我感觉，可能是冲着外面的人去，直接把大副给逼到双11，这样的话等于1追2，然后等到园丁盾消了之后，再回头去追园丁。对，而且你其实把大副往双11那边去赶，咒术那边修的也没那么顺。 这里选择去逼一下大副的位置，果然可爱那边也得提前拉点，拉到小木屋，但是小木屋的密码机又是被封的，而且园丁在往海边走，那边咒术师的一个位置就很尴尬了，他要等密码机解封。这样的话，你前期其实2个人都没法修。是的，哦，不过 Peter 是绕到了木屋，他觉得可爱会过来，那还行，直接追了。直接追的话，这样穷者的密码机就不算特别亏。是的，先放一个窥视者。 看一下，没有过来，钻过来，直接拿1刀，快拿到第1刀。对的，他钻过来以后，他其实是可以用窥视者看到那个板子那边的咒术的，可以判断你的位置，判断你会不会钻过来，所以他的一个博弈是非常稳的。是的，再放一个窥视者，把木屋架住。又是同样的套路，虽然这的话贴身位很近了，感觉很快就要到了。刚好飞轮好的一瞬间钻龙，可能还是得再补一个猿猴咒像。哦呦，再补一个笼子，已经没有猿猴咒像了。 刚才猿猴咒像在 CD 中，那这一波击倒的速度非常快啊，2台60的，大副那台甚至只有20%就要前来救人，然后再把人给挂到苞米地靠近小门的这个椅子，有通缉吗？哇，很精准，直接是通缉到了大副。对，这个距离大副得提前交表了。
皮特再补一下密瓦基边上的窥视者，因为大副救完人是有可能在原地去进行一个破译的。是的，但是因为你是顶着个通缉，所以可能能卡的时间也不会特别多。是，这个地方直接掏了下来，等你救完人再打，这样的话也是比较稳，防止被无伤掏了。那现在利用这一块板区，宙斯只有2层猿猴奏像，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拖一会儿吧。先放笼子，这个板钻过去。我对于这个8字的理解非常的高啊。这边还没有机会。那现在密瓦基只开掉2台，咒术师已经是2挂了，又通缉到了气象，2个化险为夷轮流通缉。气象这个位置被通缉，他是肯定救不了的。太远了，实在是。是的。感觉这波可能能够救下来的机会会比较小。那如果说你是安排大副先过来卡着的话，可能自己也会双倒。是，这个人应该是救不了了。只能稍微过来卡一下了。对，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大副在就算走直线，他但是这里的话是直接发现了大副的位置。没错，这个地方交表已经来不及了，交表是会被打出来的，但是你不交表，被秒续节奏也很难啊。对，而且吉约那边其实他也是跟大副想要进行一个双卡，可是他来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导致大副就算被发现了，他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救援。没错。那这一波直接秒续节奏，对于琼子来说不是很好的消息啊。前面气象破译的一个位置，其实皮特大概率是知道的，是传下方向，因为他被通缉到的。那这一波直接拦出来，看一下，好像这个窥视者并没有探到 Allen 的位置。OK， 终于到距离了，一个后撤吓你一跳，再补个笼子。但其实大副他的淘汰进度条也只有1/4，救的会有点早。没错，这里想处理气象，因为他觉得大副手上的怀表他并不是很好追击了。现在大副半状态放出去，气象只要上移，他是可以直接考虑传园丁的。其实这把的话，目前的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没错。我感觉他不管是说选择去传，还是说不传，对，那可能这把对于求生者来说已经是比较难翻了。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小木屋的密码机停止抖动 ，Peter 可以直接选择去拦截那边方向过来的园丁。是的，再去看一下右手边的密码机还在晃，那就直接去左手边去排。是的，这也是看到了园丁的一个位置，就看一下这波手椅怎么操作了。这个笼子要不要放一个反向的呢？是的，是放正向的笼子。打倒前面，这里其实位置还是有点远了。有一个围墙，看一下来得及吗？没有第一时间出刀，那还行，有机会继续把气象也给打倒。是，不过其实也能接受吧。因为其实外面现在就是2个半状态，而且密码机差的实在太多。没错，而且大副的一个位置就在中场啊，一个笼子打过去是可以直接覆盖到中场的大副的。他选择直接追气象也可以，大副手上毕竟还有一块怀表。但气象手上也还捏着一个陈云，这里大副要被迫去救援了。怎么说？关回来？不对，关到了吗？好像关到了，但是不管了，先追气象。这个点陈云落地，应该是要被秒了。直接是击倒。是的。现在穷者就进入一个疲于奔命的节奏了。这3个人的话，其实都是已经挂过，都上过椅子了。是的。现在遗产很难补啊。双11的这台遗产，园丁续不出来这个盾了。毕竟他前面是用过一个全新的盾的，也没有续到一半的那种盾。是的，大副手上已经是没有怀表了。没错，也是过来想博弈一下这个板子啊，毕竟你没有释放笼子。哎，再放一个窥视者，看一下这个笼子的博弈。最终打倒了大副，这把也是冲向一个4抓的结局去了。园丁有窥视者的存在呢，他是不太好起来的。97，并没有第一时间起来了，但是还是要被击倒。而且2个人其实位置上面还是比较明朗的，也比较近。没错，大副那边是55%的一个进度，也起不来。那皮特最终在湖景村的上半场直接完成了一个4抓。2个门的距离其实还是比较难以去快速的管到的，特别是正常来讲，台球手不太会去带一手底牌嘛。那么他对于
场上这一波的话，离冒险家是比较远的。但是其实台球手前期的节奏也不是特别重要，只要先逼一逼人，然后把密码机封一封，闪现找机会开一刀就好了。这个点直接往大船走。其实我前面想说的是，他们这把是要争取至少要跑一个的，这个天赋非常的拼。那库拉伊往大船的方向走，要找一下冒险家，能有机会排到吗？大船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复杂的。 掉头了，看到了中场的佣兵，先把人赶走。是的。然后看到双十一在抖动，应该是先把双十一的密码机稍微包一下。哎，要直接进入追击节奏吗？不过追飞行家的话，感觉会比较难受。对的，这地方2块板一下，然后没有选择往小船的方向转，而是继续在原地绕一下，触发一下窗台。 阿梅吃这里背包都没有使用啊，而是纯靠天赋在跟你拖时间。前面这个窗一翻，不着急，等你退杆再考虑翻哪个方向。然后去找一下小木屋的卡斯奈口。是，这个地方也同样是架在一个窗口啊，不太好拿刀，只能等闪现了。闪现找机会贴近身位开一刀。 这里骗了一下，抬手骗了一下，想骗出飞轮，但是卡兹尼口这个飞轮捏得很稳啊，前面要下板了，怎么说？哎，开了一刀，闪现拿了一刀，那这个点位，主球还是直接抓到了。是的，主球成功吸到，处理的还是挺快的。 密码机的话，因为前期其实干扰的会比较多，每个人干扰了一遍，所以加起来是1台。是，而且还回退了小木屋的一点密码机。不过还好这把的话，因为多利索身上其实还是有2个输液的嘛，没错。所以加起来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多了。嗯。看一下救人是让谁来呢？好像是哈梅吃的飞行家贴了过来。这波再封一下中场的密码机。 这个地方尽量是让卡兹内口能有2-6的机会啊，毕竟他手上还是有3层猿猴咒像的。蓄力刀，利用最后的延迟刀气打到了这一刀。那这样的话，这波只能去倒到海边最角落了。是。然后下一波让希拉米过来救援，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牵制起来吧。过来远程丢了一个主球。密码机的节奏目前看下来是接近3台。 德里斯手上还有50的输液，这一波挂上希拉米从边角贴过来，这个位置库拉伊并没有去排，而是选择先把小木的密码机再次封锁一下，逼你飞行家破译的慢一点。一个护腕弹过来是直接救了，这样的话是保住了佣兵的满状态。没错，而且卡斯内口手上有飞轮加3层猴，看一下能不能。 多拖一点时间吧，前期的一个牵制是不太够的。一个蓄力刀，但是直接交了3层大猴。下一个主球的 CD 还有10几秒，这一波卡兹内口还有一个飞轮去规避主球的机会。反绕拉近了一点身位，不牵制了吗？直接下地下室，但是库拉伊哦还行，还是发现了。是。 直接进地下室牵制也是很拼啊！利用这样的话可以先去绕模型。对，好像远处抓到人了吗？哎，抓了个队友过来扛刀了，好像是故意吃刀的，哎，好像是故意吃主球的。对，自动门了。对，这里哎不对，没控好这个门，还行，但是扛到了，还是打到。虽然没控好门，但是还是扛到刀了。上面有个主球，怎么说？卡兹尼口飞轮直接顶过去。 再交一个猴，躲掉主球，被迫逼出闪现。是的，这本来牵制的好好的，千里之外来了个队友支援，这有点夸张了。你用主球想干扰我的破译，那我就将计就计，对吧？我吃这个主球来到面前来帮忙扛刀，而且冒险家这波出去以后还跟队友立刻调整了状态啊。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拖的时间也还挺多的，所以身上也还有80多的输液。等于是身上有装着一台密码机，这里的一个主球加上击球点的释放非常的快啊，直接把希拉米给关了进去。那现在闪现是让卡兹尼口给吃掉了，所以想击倒佣兵的话，还需要下一个主球。
外面也是2台密码机都在破亿，看一下这个主球。但这个点的话得交互换了。是的，毕竟在短窗被架住，不交互换的话也不太好走。但这个窗户呢，他也不太敢翻。那现在的话已经是没有什么牵制空间。是的，现在密码机的节奏看一下，用输液强行补掉1台。 然后飞行家应该要贴过去救援了，剩下的50的输液呢，也是可以直接秒开掉1台密码机的。小木屋以及海边2台密码机都被封了，都是有机会回退一波的。现在飞行家来到脸上救援，佣兵开门战是没有道具的。这里德里斯在补这台密码机，可是这样子过去的话，感觉是来不及该是能开的，能开。没错。 那开了以后，其实2位求生者的位置在双11啊，还是离门会比较远。一个蓄力刀，但是也是成功下板，并没有被抽到。手上也还有一个飞轮，是，感觉还能再操作一下，释放一个主球，但是飞轮失误了。没错，打了回来，但是可以看到求生者非常稳啊，他们是一个点大门，一个点小门。 就是至少要去跑1个的这么一个节奏。对，不管怎么说，你其实只能管到一边嘛。是的，不过普拉伊这个距离，他其实已经很难去管住2个门了。这就是胡景纯图太大了，台球手很难去管住2个门。那我们也是恭喜 Zeta 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一个干净利落的2比0啊。今天的话是2边都在配合得分，求生者是。 正的角色，像神空之影、跛脚羊跟这个台球手，选择比较保本的杂货商。这个角色呢，不好赢，当然他也不好输。对，杂货商的话，首先来说单溜基本上是溜不了的。没错。其次的话呢，如果你考虑到陪跑，也就把幸运儿放在外面，也比把医生放在外面好一些吧。后期来讲的话，如果直接追医生，感觉有些风险啊。追医生有可能被溜，但是的话，基本上因为追。 好的，开局的话正常吸一个藤蔓，少天在楼下观察一下，中场的稍微躲一下，以防万一，还是从墓地方向绕过来了，要找顾弄伤了，对，往墓地里走的话是3岁已经提前走了啊，刚才耳鸣要拉脱一下，应该已经看到了3岁，3岁是开局转世啊，是的，开局转世，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被反绕到，真人组这边绕一个近路，但这个进度同样的，顾弄伤他想绕也可以，但顾弄伤这边选择进板。对，在墓地这个他没有膝跳反射。对，在墓地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好溜的。前期的话光近身就需要很长时间。没错。这边的话要开一个门出去。好，短板博弈了，直接把板子盖了，这碎石可以压身位啊。哎。 藤蔓直接交，走内侧过来直接打。哇，这边是云门夹棍。对，直接过来打，道具消耗的还是挺快的。藤蔓把板子封住，再来一个飞轮，但是他躲开了这个飞轮。不过还没有缠绕到，所以还有个博弈空间。移形直接交，移形。这移形是什么意思？置换反应。确实。这个移形是火棍，还有个没棍了。哎呦，一炸一打。哇哦！ 双方真的是你来我往啊！这个短兵相接太精彩了。是他是不是想移形躲他原本瞄准的方向那个棍？对啊。不过当时也没打。对，没打。所以变成个你说的置换反应了。对，就是我过去看看啊。是古董商回头是防你的移形。是。古董商的话呢，第2波也是平地吃了一个炸加一刀嘛，还是挺亏的。是现在密码加起来大概2台多，快半。对，这双方的话还是各有各的亏点，反正。倒得偏快了，倒得偏快了。看这意思想卖。因为外面有幸运儿的玩偶，所以密码就快一点点。而且移形也交了嘛，对吧？我暂时起不到2手节奏，直接卖的话呢，我有医生跟你打后期也不怕。幸运儿的话呢，也是装备比较全。不过医生得小心啊，他毕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的。到了1阶段。这边的话，大副是松手过来卡一下，在2楼的位置，这个人肯定是要卖掉了。又到了杂货商这个经典的续2手节奏的一个难题上边啊，看对于真九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难题？这个耳鸣给的非常的隐蔽啊，完全排不到人，但是又不敢走。好，现在离开了。
应该大概知道走到这儿名还没消，应该在2楼的位置。他感觉到是像2楼的了。但2楼的话呢是少天，少天没回光返照，如果击倒了，针对他打开门战，说不定还真有机会争胜。是的，医生的话，确实看他能不能溜更久一些，还是直接逼他切了一个底牌直接走。但是脸上是医生的话，外面你传可能会传到大副，对吧？而且你传到幸运儿的话，手里还有枪，他肯定是装备齐全的，还是医生最好追。对，因为医生再怎么说，我碎石有多段伤害啊。对，还是这个位置，怎么这么喜欢在这个位置溜鬼？这个位置碎石好啊，躲开了。嗯，少天前面要给一刀，但是他如果给一刀的话是不怕，怕的是一炸一刀，一炸一刀的话有可能状态补不上来的。手里面再捏个移形，这不是一开始剧情吗？对，移形走不掉的，他专业老友再远，我移形就到脸上去了。是的，移形到脸上，前面的话可以直接平地追倒，这样的话医生没有回光返照。没回光返照，真真九目前不一定知道。但是估摸着会猜一下。好，电车的话没事。不用慌啊，这个还是会停下的。看轩儿摸了个什么道具，想过来打一下，对，人机同手。有 combo， 枪加手电筒，这样可以保证医生下来之后不会第一时间被打针对。这枪是很关键的。对的，不能空。这个点位也很难空吧？感觉。是。所以只要不给机会嘛。对，不给机会就好了，因为这个空地比较多。想逼，那密码就直接亮了呀！这样打的话。直接点亮。大表直接交，手里面有2个藤蔓。是的，交了。藤蔓精准。没飞轮，哎呦，很准。砍到了。那阿远还可以再卡一下啊，枪还在，枪还在，还有机会直接开枪救。对，他如果敢挂过来的话，但是真真九这边以为幸运儿去修另外一边的门口了，所以挂来这一边。不过另外一侧的话管不了了。平局了，他以为求着走这边的门口。对。没有走侧门。不过他挂门口其实也有一些风险，他可能担心怀表。对，怀表，因为他们有化险为夷。是的。对，他们有化险为夷的话，能打他的抬手很恐怖的，很恐怖，很流畅。对，但是从理论上讲，这个应该不会闪现，就是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闪现之后倒不了的一个意思，就是闪开第一刀，我感觉。太近了，是的，直线的门啊，直线的门，而且抬手它的赶路是穿模赶路的，是的，对吧？它可以走直线赶路，所以说开门战依然是有一战之力的啊，不像其他地图大地图抬手开门战我就留我脸上这个人，另外一个门我想都不要想。好的，前期的话呢，应该不会太早起追击节奏啊，攒一攒手里的击球点，然后找一找比较好追的位置和好追的人，正常破板。上来先找到小一鸣，是的，前期存一下击球点，先让脸上的人不破译，然后再通过击球点去找下一个人。对，飞行家其实要小心的，因为现在监管者看到飞行家基本上是100%认为他是有化险为夷的，追他是不亏的。没错。所以他这一把防了一下，带了个膝跳反射。是的，有一手双弹加化险为夷，然后这边是一个大副，应该没有什么想法啊，再过去找新燕。新燕的话不怕被追啊，他是一个双弹射加飞轮啊。对他等着你过来追的。没错。前面的话，这个龙骨弓上到了撕裂值，这个算是一个中型版区吧，走了，但是这时候惯性也消失了。有比努。这个进度得要补了，不补的话有个搏板的机会。是，上车回板。挥杆。想锁密码机。顺便啊，顺便，东玄的击球点的利用效率很高。对，哎呦，打了个核心，剑穿心。那这样子要闪现开刀了。对，这个阵容闪开是非常正常。对面有飞轮，飞轮加秘弩，要骗，还在骗，想不压。他好像是我觉得不交这个飞轮了。对，因为如果交了的话，也要吃刀。是啊，就看主球这一波。能不能终结？如果能终结的话，节奏还在抬手手里。密码机目前2台，想打核心，打中了。这个点位，这点位是个封闭板，一个击球点，主球锁住了。对，但是飞轮可以过。飞轮能强过吗？强过。前面能不能拉到这一波击球点连线？连封住板区，抓到了。这样其实还是拖了一些倒地的时间啊。是。他知道他这波进不了板嘛，所以我直接吃主球，我还能拖时间。是，这一局对于求胜者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保平去打的节奏。2台半的密码机，对，争胜的面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它还是有回退的一个说法嘛。是，这密码机比场上的还是要更少一些。
那目前看下一步谁救？下一步是伊森过来吗？伊森是起新的密码机吧？对，而且就算2波救得很好的话呢，心燕他也没有回光返照。哎，监管者东玄这边是去防了一下，想打拦截，要逼他提前要。哎，但是另外一边他也意识到有人突然偷了，11过来了。是的，11过来，但是这个好，的进度还能等吗？所以得拉人过来啊，等抓到了呀！哎，卡下位置，卡住了，过半了，过半秒就恐惧震慑，在95救人救下来，但是已经过半了，打成队能打到吗？选择先挂啊，那边有化险为夷，但是追着心燕走，有点可惜。刚刚我觉得可以直接打一下再回来挂都可以，不过没有关系，他自由点是能很快的追上这个弓箭手的。对，主要刚才那一刀的话，一开始想打弓箭，后来又想打木偶，2个都没打着。那看看能不能先压一下状态，反正里面的弓箭手又走不掉。这时候弓箭手干嘛摸箱子？对，得摸箱子，看摸个道具，摸个保命道具。姜子是意识到了吗？先放一个击球点吓唬吓唬你。对，不让你摸，因为听到声音了，主球拉过去能抓。拉一根线吗？拉一根线。能抓到，能抓到，有僵直。哇！给到一刀，这边是个上挂飞，有个车。OK， 这个就击倒人的擦刀可能会更久一些。对，等于是这个。擦了2次半的刀，对。不过整体上来讲，监管是能接受的，毕竟这个上挂飞的人给带走了。是的。而且大副是半挂，击倒挂飞的人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是的，那这时候密码家还差一台整多，那这一把对监管来说优势非常大，而且下一波闪现也好了，巨大。现在外围能扛压的人就只有没有。飞行家。对你飞行家的话，他没回光返照，没有回光返照，对吧？其实东玄他的现在胜面是非常非常大的，胜面非常大，只要找到一手上一节奏。我觉得这时候牧师得要去，哎，他甚至可能现在差的不是一台了，他想要这73的也不保啊。牧师想过来偷掉了刚刚飞行家修的这台密码机。小一鸣这边想抢密码机，进板，去刀夺板夺到了，小一鸣还是顶住了这波压力。是的，这波如果受伤了，可能监管者换你都没办法了。是的，11那边是这波可以换新密码机过去，但是这台密码机能亮点，对，能亮，第2次回退是来不及的。是的，还有3秒，还有2秒，哎呦不行，强亮了，来不及。那这样有点难受啊！先骗到路易，然后再去管另外一台密码机，先打控场消耗道具，因为这一把还有怀表，大副他手里面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对，很危险。是的。还是要先消耗一下道具，因为现在密码机的进度是的，跃迁在脸上看到脚印呢，直接退杆。这个位置怀表得提前摇，不然的话有可能被打出来。手里有闪现，很危险。是的。东玄这波是要起击倒，来个击球点，然后即使没有选择躲他，想莽一下。11这波也算是扛住了压力，不过东玄主要目的还是逼一下这个怀表。小叶明这边是居然跑过来帮忙破译了，如果把他状态打下，下波没有人能救了。没有满状态的求生者，而且外密码机也够不了啊！11现在也扛不住压，这个点要倒了，正好进入一个道具真空期。半状态的大副是能救人的，但是半状态的大副如果倒了，就没有人能救了。对，这一波可能要换位。对，飞行家是不能过来给这一刀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救人的人。是的，这一波是求生者一个非常大的决策失误。是的。如果现在是选择让飞行家去救，肯定是不行的，他没回光返照。对，我觉得还不如飞行家去修，然后让这个牧师过来尝试一下，或者直接亮吧。直接亮吧，我觉得直接亮更好。对，但直接亮他也没有贴门了。好像能回退一下吗？回退了，能回退。87。对，6秒回退，不过也没事儿，因为这个密码机肯定是要强亮的，直接亮就行了。然后想走一个，是。走一个的话，确实现在脸上的小一鸣，东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击倒他，而且击球点不多了。那这时候击球点封门不着急，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偷袭到。对，那想了想，还是留点上的人，他得人先挂飞，然后再去找对面的，因为东玄这把肯定是要争的。他想等就是脸上的飞行家从墓地里出来，然后我先去管一下伊森，然后我的主球可以锁门，你不敢碰。对。那只要牧师被击倒的快，那另外一边的门口就来不及修开。对，主球锁门。所以这把伊森压力很大，能不能走一个就看伊森的牵制时间了。哎，不过主球取消了，他想用主球留伊森了，没有想法了。他没有想法，估计是以防万一求稳。对，毕竟队友平局，我3抓就行了。你没主球，万一6地窖怎么办？是，这也是个问题。不过地窖离得还是挺远的。求稳呢。实在不行等闪现呗，反正闪现42秒好，挽留还有60多秒。对，60多秒有20秒的一个容错。对。这种大型建筑还是比较尴尬的。是的，不过没有关系啊，这边是可以回头看一下，怕过来偷门。
哦，看到了，直接到地下室吗？骗他下去。骗一下。监王者的落地僵持比求生者要久的。对。 主球封住，姚路要骗，哎，啊，他以为要骗，对他以为要骗。东玄知道你觉得我有可能骗你，说我直接 A， 没错，没反应过来。那这样第一局战罢的话呢 ，FBX 朱雀是拿到了一个5比3的小幅领先。时空之影，厉害，我只能说厉害啊 ！ACT， 他怎么能这么干？这个阵容打歌剧演员不是很爽吗？不好说，阵容选得好。 舒服一些，相对只是一方面，没错。局内还局内发挥的不好，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嘛。没错，对吧？进入比赛画面，本体的话假装往终点走啊。本体让医生不要破译，伊斯恩尾随守护人，然后精神寄宿，一组本相落，交铲子，哎呀，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固定一套流程。对啊，上来先是一个62，因为是在寄宿之后下的铲嘛，可能时间会慢一些。 再回板，本体走平地看看能不能把铲子打出来，伊斯恩再去控场。是的，因为本体的话呢，它是有追猎的嘛。没错。好，再来寄宿一下小精神寄宿，再把伊斯恩拉回来，还是再干扰呢？对，这个地图比较大，对于守墓人牵制的要求会放得更高一些。那守墓人现在他主动看，这是故意的。对。但是他这个看并没有看满，有可能砍晕了。 哇！11这一波，他想看，但监王者没给他看，直接倒了。出铲 CD 没好，满血倒地还没有吃闪。是的，这个就怎么说呢？明知道是追我，但是我还是没有做到。哎，这个确实不应该，这失误很严重啊。那选对了呀，时空之影。那这一下，首先存在感有了吧，恐惧震慑。其次的话，密码该有了吧。 人也倒了，这一波你救的再好也好了，我闪现他有可能26很久吗？不太可能吧，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哪怕有铲子，卡一下位置，想给压力，有点压力了，打针对，直接打到针对，连铲子都没有办法下。是的，那这样子求稳，怕他有铲子26嘛。不过确实给了一波无伤的机会嘛。无伤的话，下一波还可以救。下一波的话呢，尽量把铲子交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逼个闪现。对，底牌的话还是缺一些存在感的。不过下一波来救就出2阶了，所以还好。还是恐惧震慑，多那个存在感。是。精神寄宿，然后这个时候呢，伊森再过来救人。过来还是挂到原来的椅子，然后伊森能看到吗？好像看到了，哎，有红点，速度在涨啊。对，因为你在偷看我，我知道。哎呦，这个不一定好救。有屏。好，过来，但是卡下位置。而且他要救的很好才行。一组本相。对他要让11 OK， 这样给到一刀。好，注意。铲子可以下了。 哎呦，这个风出来，得先飞轮再吹风的。对，他不能直接吹，因为他要拆陶片。对他太忙了。那我伊森尾随你就行了，然后我再挂，无所谓的。反正你又不敢出来，你出来到精神技术直接落，手里没有闪现，根本牵制不了。是，就等着就好了。恐怖的是，看一下密码机，3台多。是的，我在想这波是不是能有机会来一个无伤救？就守墓人卖就卖了，守墓人只能卡楼梯。那我觉得可以不着急啊，我就守这个乙就行了呀。对，因为守墓人如果打针对，打针对，无所谓。守墓人他是做不了事情的。一手本相得打针对，打针对了就可以直接挂，守墓人只能挂机。哎，再定5秒，定5秒钟时间，3秒，有可能出去了，很冷静。哇，这一刀扛到了。其实这刀空挥是一个失误的，空挥一定会被直接扯的。是交闪现把它补掉。 这时候守墓人也只能挂机，等于什么？减员。对，这一把守墓人已经淘汰了，等于是他不敢破密码机啊。这个时候你要破密码机，精神技术我直接落，我2阶是有侵蚀传送的。没错，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被挂了，这等于是减员了，直接落，找着机会了，是个平地。那走平地没板没窗，倒了呀。倒了。这个给一个人物投影，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啊，很恐怖。另外一边也是上挂飞，这样子另外一边你赶紧就下就摸满。 只能求伊森接下来当中谨慎，不会被秒。现在是更亏的，其实刚才就应该卖守墓保无伤救，这样状态还能调起来。没错，你不卖守墓的话，守墓又修不了机，在外面就是一个累赘，没有办法。
因为他本来就修不了密码机。对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想安全他就修不了机，他不想安全他就要倒。对，他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我随时都可以取。没有什么办法。没错。那接下来到拉扯阶段了，看 ACT 能不能像上一把一样，最起码拉扯出一个走的机会。有没有机会走一个？因为这个图比较大，所以其实还是有机会的。艾维不好跑路，正好又是个底牌。哎，对，这底牌就很难受了。全被算计到了。这张地图的底牌艾维越来越多了。因为太远了，他为了争上限，所以选择带底牌。是的。伊森是非满状态，同样的，你敢摸密码机吗？一摸就倒。现在等于减员，又减1元了。他相当于看住了医生最能调状态那个人。没错。然后另外2个人又不敢汇合。过来想看一下伊森吗？这个时候伊森的话，另外2个人状态就会立刻调满。你外面就一个人无所谓，外面那个人你不破我这边落了，很果断。这样赶紧补一下状态，趁伊森59，不能看一眼就爆了。对，上站台这个云还是非常熟练的。好，一眼没看，看了一眼，完了，看了一眼。毁了，只要看一眼真毁了。本来是0，等于是现在说话的满了，除非下波一直本上空了。不过密码机那边60多，又成云带走，拉得很远，是有机会在密码机亮之前带走的。一直本上看能不能中了，很关键，至关重要。他的侵蚀度已经掉了，已经掉了，对，侵蚀度已经掉了，没办法，密码机要直接亮。那现在有机会了 ，ACT。这波其实我觉得东玄着急了，他可以等有闪了再过来的。是因为本来你那边也不敢修。对，他可以等有闪现再过来把人带走，这样的话，这2个人必须得调状态了。对，像刚刚我可以底牌切移形，如果好了的话。不过他不招闪的话，他有底牌，对吧？这个开门战还有说法。我底牌不交也行，只要闪现能击倒门口，你不敢点啊，那我还是赢啊，因为这边是挂飞啊，伊森是挂飞的。那医生这个飞轮很关键，伊森。压力很大，看到脚印了。主要另外一侧门不敢点，硬点得强点吧，不点不行啊。要预判闪现，有机会吗？预判闪现了，伊森。不过这个距离还是够的，能击倒，只是多拖了几秒。对，主要附近是窗区不太好。如果选择挂的话，那我觉得选择挂了，门开了。门开，但传过去，另外一个人好走吗？另外一个人走不掉。有地窖。地窖在哪儿？在人皇桥。那还是走了。走了，还是保平了，有惊无险啊。ACT 这个队伍。为什么这么高逃跑率？就他们哪怕残局也好啊，运营的太好了，太有韧性了。没错。其实如果是这样打的话，就是这个闪现最终还是要交给其中一个人的话，还不如刚才等闪再过来，对吧？就是我们承诺一定要首先拿出10公之影，太有想法了。熊无尽月亮河真不好打吧？刚刚就是跑图跑太久了。我本来是认为不好打的，现在有点怀疑了。人家开局追不了，后面可以考虑一下逼道具。对，后面只能说一次落地逼一次道具，还是挺痛苦的。难道说月亮河真的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吗？很神奇啊！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这一波他的首追节奏啊。这局的首追不像上局那么明了了啊。没错。直接过来，吓唬一下。野人倒是有追岩的打法，倒是有野人，关键你出一刀要断追猎呀，这谁受得了啊？他伊斯人可以打断上去，但伊斯已经走了，所以只是单纯的干扰野人，吓唬一下。对，感觉好像追阿远也不是说很用心在追啊，还是要目标有其他的。牧师嘛，有存在感嘛，而且相对来讲会好追一下这个。来了少天，不对呀，他的目标真的是飞行家啊，因为侵蚀度79、81很高。真追吗？真追，真给他给到了。伊斯人给一组本相到了。那可以继续追，而且的话，下一波急速落地可能要逼大喷了。对，阿远是主动去看监管者了，他想消侵蚀度。对，但当时也如他所愿了。确实，但是当时闪现还有10几秒。对，没必要。太早了，我感觉可以再等一等。不过他可能求稳。对他可能觉得，如果闪现快临近了，你就不让我主动看。没错，像上一把一样，就不给你看了。也是吸取一些教训。这卡逃兵还没卡好，有点亏啊。一直本上没断。然后队友这边帮忙看一眼本体的位置。没错。还要换吗？不可能。这个节奏有点不太好哦。现在阿远前面还有一个坐车的手法，他身上侵蚀度已经寄宿过了，没有办法再寄宿了。这个日本上中了就可以绝交。对，只要躲掉这个伊斯人的隐身吼，能躲掉吗？日本上能中吗？躲掉了，空了，而且也不坐车，我直接在站台6。
但是我可以有回来坐车的说法呀。 对，对吧？飞家这个能力，悬停，但是悬停怎么取消了那么快呀？落了呀，在脸上，想飞轮消侵蚀度，但是要倒啊，这个神驹。你这个位置闪现都吃不，闪现能吃，但是没必要这么溜吧？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溜，确实。就是我脑袋上这个技术 CD 还在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去坐车呀，为什么不用车呢？ 对，没错，挺爽的呀。不过他坐车也要吃闪现啊，也一样的。对，但坐车有可能恐惧震慑。对。 就坐车的话，这个是没想到他会直接打啊，对，可能觉得会在骗，是觉得会骗，对，毕竟那么远过来，你也不能指望他去指掉半个状态救吧？没错，基本上给一刀，没打到，下波看医生回来怎么说了，这个化血位不可能给他活出去吧？有点难，再拖回往角落走了，认命，活出去了，多活一秒赚1秒。 小短板能搏到吗？骗，多活了10秒左右，还是可以的。而且还是倒角落了。对，挂还要花个10秒钟时间。这是30秒的一个大化险位。对，这波是拉满了，还是不错的。只是可惜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不过照密码机的进度来讲的话，可能确实也很难以打到开门，就是他很难以等到开门战。 过来干扰一下，一猪本身打断上猪，没有，慢了一点，没有打断，慢了一点。以前追野人就这么打的，对，把猪给打断，但是并没有打断，因为穷者很聪明，这不是贴墙，你的一猪本相不好放，走了，直接卖了，救援没有意义了，空掉状态。是，求稳，留个化险为夷，野人他也不可能追。对，而且除非给机会，这边领先嘛，他是可以有一些容错的，没错，有一些求稳的打法。 这边的话，跟着野人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吧？感觉这猪还有这么长时间。想等它猪掉吗？那猪还1/4，这是第一次上的，时间最久的，疲劳最少的。对，一次。真神9这么想追这个玉林吗？因为他闷化险为夷吧，可能是直接一组本相，但是这边不会有结果的呀。野蛮冲撞直接走了。对。刚才那波。 好在求生者做的事情也不多，不过这波没有2阶，真的，对面求生者打蛇打7寸了。对呀，所以不上车不吃那个震慑，我觉得就是多少那个存在感。也是天天跟底牌艾维打嘛。没错，很聪明啊，知道卡他的2阶。那现在对于真9来说很难受，没有节奏点，哪怕我闪现好了。是。那如果落的话，要么闪现尝试一下，然后出个技能。 现在就是落地，属于是一个谁也压迫不到的状态，除非你交闪。这边提前摇路易了，怕他闪现，对，预防了一下闪现。接着落，但是没有2阶。那我野人上滑梯行不行？又没有一个打断上猪说法，好像刚才 CD 不够啊。对，没错，他没有切 ，CD 也不够。那看一下3岁这一波，现在就是感觉技术完全没有什么压迫感啊，对不对？没有2阶，完全没有压迫感。他有2阶的话，前面就拿刀了。对，就我落地吃你一个这个一组本相又怎么样呢？对，无所谓的呀。对啊，很痛苦。要不先闪现开2阶再运营呢？要不密码机会越磨越多的。他想没身位。对，没有身位，不过也不一定。你看这边被逮到了，闪现能起击倒，闪现能直接击倒。对。 来，可以2阶终于响了，前面一直没有身位，这一波是有身位了。对，这波过来救援，但是玉林手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啊，对监控战来说硬拖时间。这医生继续找咒术，不管别的了。现在咒师这边的话呢，给一个陶片还是比较有压迫感的。激速一下。2阶也好了。 精神激素落，接过来飞轮没按出来。对，3岁他有可能想飞轮消啊，但是他慢了一点点。对，因为你看他第一时间没走，他可能就想他在等那个侵蚀度满。对，但是没有摁出来，有点可惜。另外一边在修密码机，那台密码机也50了。现在的问题是终点这2台可以算作是一台，离得太近了。没错。起点那边的话呢，让少天过去修。想逼野人吗？木偶社的话呢，也是有。 就是半状态牵制的能力的，是有一次路易的机会，这时候就是要破E给压力了，一组本下中了，再给野人一刀，现在状态被打下来了。状态，如果下波有人倒地，没有人能救了。是的，找木偶师吗？2阶没好，只是精神激素想要追这个咒术，不是过去了，等个2阶回来找咒术。对，但这波密码机的话已经磨到80了。咒术不敢碰的，他现在倒了，没有人可以救他，且他还没有回光返照。对。
哪怕有骤像也不好用。对，这局可能是一个多啊，这样打的话，有争多的面，因为真9他慢慢运营他的时空镜强度很高。野人直接上猪，有黑边直接上猪。他怕他如果真的一族本上打断了怎么办？就怕这样子。哦，3岁好谨慎啊，主要你落地还有一个大猴呢。他不谨慎，这把可能就抬走了。对。这2台密码机都被看住了，而且都没人给机会。野人上猪的一个真空期，要不要试一下？刚才所以他下注位置比较远，找不到的。一族本上落，飞轮直接走。93。那伊森再跑回去，那边拆完陶片之后跑过去，密码机能摸到70吧？对，这没有2阶不怕，会让外围密码机更损失一些啊。少天这边也是走直线，没有2阶的话，确实也没有什么压迫。对。传过来看看野人的位置近不近，野人也不给神距。他这边也是很耐心啊。对他踩边是骗你过来了，看到你过来我就回头了。啊，这边也是踩边骗你过来，骗到了。那这样子宙斯这边是暂时安全，暂时。他激速 CD 马上就又可以激速了。没错。23啊，不能硬修吧，还是得走。他们知道他2阶没好，所以敢修。他就是一秒抠的，职业选手都这样子。对。主本像这边有个交互点挡住了，有个板，不然怎么直接走掉了？对，难受，有点难受。那接下来也得倒地救啊。倒地救，不过好在有大猴，手里还有一个大猴，还可以。但我底牌在，这个大猴有可能倒地救给大猴，我底牌亮。他14人得往起点门方向去调了，是这个密码机肯定是控不住的。这个人不能精神激素哈，对，他有精神激素，等一下他点门就无敌了。对，只能逼你底牌了。是，这波精神激素意味着后面他点门根本不怕。是的，看能不能打到咒是针对的。直接打，不行，直接打了。亮的有点小慢，没事儿，能交大猴。这波监管的求稳，不选择交底牌，直接把他击倒。看一下3岁能不能逼出来闪。膝跳反射拉远，走得很远，距离比较远，看到野人的位置，往的是鬼屋方向走。对。同时小门那边没有人敢点，这个时候监管者攻击性还是很强啊。不过这把主线任务是跑一个，给到一刀，另外一侧在硬点，但是这一局可没有幻灯石给加速了。对，跑一个的话起码大小分全平。落找人去了，但走平地是个满状态的抹失，不好击倒。逼他状态吧，只能这样子打了。而且刚才看到的野人的位置在终点半区。是的，再逼远一点点，然后再传回去。主要这还是等他头上的激素 CD 再消一消。是的。再挂上的话呢，野人这边还能稍微给一些救人压力。也有猪，毕竟是有猪的，有猪等于有位移，监管追不上。切插眼了。插眼的话，可能要管一下这边的门。是，毕竟他也点不了门了嘛。对，他也管不了。插个眼，然后再等末时激素 CD 过了，赶紧再传。精神激素，得收回来，14人。姚路易求稳，失去把他顶掉。硬点。哦，这样打想走一个了。这样打的话走一个了。想走一个了。走一个了。但野人那边有地窖。这个距离，将的追猎，跑不过呀。哎，顿了一下。哎，这是。好。不是。好。我觉得这个很快啊，挺好的。好，这边。好，那这样的话稳走了。真好走，没办法，稳走，没办法，追不上，一点悬念没有。哎呀，那这样的话，这个身位保住了一个平。是。那你是手野如监王者，我这边速修啊，破译的快啊。对。除非你击倒速度很快，不然我这边密码机一定是够的。对。手椅方面，我有换位救，我陶大是有被动。他下巴掉下来了。我本来是圆脸，你知道吗？然后刚才瓜子脸。瓜子脸。哦。对，我说免ban卡，重出江湖。来了。进入比赛画面，直接过去找一下伊森的小说家。小说家是一个纯化险为夷。哎，这个狗不太好放，它得放的时候得注意不要被换掉，离远一点才可以。是。好，等待自己的猫啊。有猫步骗身位，扭跳扭了，哇，躲掉了。这个跳是非常熟练的，但可惜这个拐角太大了。没错，弧度太大了，反应过来了。对，这个地方没什么办法。然后直接转。能翻窗。能翻窗。出去的话，这只猫可能有机会啊。哎呦，没咬到。失误了，着急了。难受。猫步在脸上，这样子能换位砸。难受，太难受了。等吧，等猫吧，没办法了，只能老老实实等。放狗追小说家，好像很难追吧？好像没有什么机会放狗的感觉。卡个墙后面。哎。
哦，着急了，差一点点这个距离。那放猫再换位，你这边的话只能反身跳。反身跳啊，算了，要不找11去吧。找11，但11这边，哎呀，一开始找11挺好的，其实感觉。哎呀，哎呦，找到了啊！速度太快了。对，在一片迷雾里还是寻得了真迹啊。啊 ，OK， 哎呀，这晕的有点早哦，而且没法跳了。晕住，2个猫都晕住了，被动打掉。哎呦，这个狗再卡一口，卡掉了。再补一个迷烟弩，但这波猫是能咬到的。还行，这刀有了吗？有了，但是这个猫还没消。猫没消，不过应该也晕不了，因为它没有猫步了。没有下一段，没有下一段。那这个时候密码机外面街市跟囚徒爽修。是的，这密码机5台都开始修了。再过一会儿就5台密码机剩下的就剩1台半了。对，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妙。猫步跳过去，哎呦，崴脚，撞了一下。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它有个墙。哦，那个地方。哎，这边没事，空了个电啊。空了个电。双方互相换了回合。还好了，这密码机够我下波开个化险为夷过来带走。那这台密码机56声密码机解放出来了。是的。看一下这波救援吧，或者我直接自己带走也可以啊。结石跟直接带走了。挪走，结石过来救，然后这个囚徒也不要走太远，就在这儿。囚徒，看东泉这边这么打，这密码机是肯定够的这一局。囚徒得要防一下，这波手里看看能不能帮一下忙，就怕万一救不下来。对，所以囚徒得要过来一下。密码机这个时候是溢出的，只要化血会开出来，密码机肯定够。对对对，要保救人。哎，很自信啊！蓄力刀骗飞轮，甩刀能晕住吗？但是猫回来的慢一点，慢1秒钟时间，不然真的守下来。再来个猫步撞墙，撞墙了，鼻子有点疼。管密码机吗？想管心燕，心燕不能倒在这儿，还是对往雕像走啊？没事，反正能抢开，能抢开。他挂就开了嘛，这波得要沉默。有飞轮吗？飞轮顶掉沉默。没敲，不差这台，差的是另外一台。能传电，哎呀，能传电。没事儿，我不开，能传电，差的是外面80多的密码机。对的，对的，它能传开的，所以不用担心。亮了。这波救援的话，尽量不要让小叶明来救，他们有国王反杖。是。然后娃娃看能不能有机会再去贴门。11过去接手密码机了吗？啊，没有接手密码，哎，要去接手那个密码机。然后娃娃看能不能去贴门。这波手也很关键。看晕。但是救下来了，没办法。有回光返照，给到一刀，都有回光返照。对，机械师没有回光返照。那小回家有，但监王者知道你没有，我就针对你机械师了呀。这时候监王者他一定要保平，所以他不能管这个机械师。没错，2段跳，这个人感觉要倒。没撑到，还有个包布倒了。那机械师倒的位置也在废墟里面，因为他刚刚控玩偶嘛，监王是知道的。对。那看看没看运营。但是往回挂的话，就看他进废墟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左了，那这样离机械师远啊，好远啊！球场这边可以把小门给点了，一个怪卡尔明，一个点，哎，看到了，故意露脸的，没看到机械师挪一下位置，往那边挪，让你做选择。手椅还是找机械师？往这边挪，等于机械师的位置是在，哎，看到了，直接移行过去，有猫，哎，小一鸣还是在这个板区里有点。他主要是前面已经露头了，监王者看到了，能蹭晕吗？气跳反射，没刀，打不了的这个地方。他还有个猫步没舍得用，怕有人去偷，直接救下来了。还有个化险为夷，留一个吧，留一个吧。有猫，留一个吧。对这个局，哎，有护肘，但是没事，有猫马上好了，2秒钟。有点极限，这个囚徒，走不了，桃大师还是走不了的。猫步眩晕，来不及吗？来不及了，走不了的。再指引一下，还有1秒钟的时间，再打。卡位，再卡一下位置，没了，结束。往远打，然后这边的话还可以逼走门里的小叶明囚徒，先打一下娃娃，之后加复辟。然后小门那边开了，小门开了，稳稳的应该是要3跑的。哎，没必要，没必要。他是看到猫过来我就走了。对他不能在这边再拖了。对，因为队友是稳走的。队友那边门口已经60了，肯定是能走的。结果就没有技能的。那这边的话，完成一个3跑，其实 ACT 的战略目标是达到的。这一下变成朱雀给对面选图了，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前面会分析，歌剧打这张地图就是可能性实在太低了，对。不过多多少少也会偶尔有一些模拟训练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因为要应对一些可能概率比较低的事件嘛。是。还是怎么着？还是干脆咱就闪到底算了。
疑心的话就应该是解绑结实，因为追结实不需要带闪现。对，这选点疑心的话差一点，其实我觉得也不差。来了，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赶路的熟练度啊，看这张地图有没有就是花很多的精力去练习。直接到医院里去找一下机械师。其实玩偶可以卡的，它可以不提前放，打歌剧的话。啊，这样把他骗回去吗？想骗回去踹板吗？回速有心跳反射哦，骗他。这样踹这块板。那玩偶失误了，不过这边也失误了，直接翻，胆子大。是的。哦，那就当是把玩偶给放下来，打不了落地刀的。有玩偶留下来，对于真人9来说很亏的呀。是的。翻出去了吗？翻出去了。翻出去了。对，翻出去了，然后又绕过来。那这样真9为了不让他再进一色鸟笼，选择是反绕了一下，把他压在外面，准备闪现击倒。对，闪现击倒的话，娃娃在外面还是有点亏啊，密码机有可能要够啊。不过刚刚那个位置是地下室。对。徐少天要走，说明那个飞轮预判闪现。没打着，这个闪现交了。哇，6的其实很成功，而且还保住了娃娃，保住玩偶。你算密码机多半台多60的密码机嘛？那等于是牵制了2台半，是差不多。但是不过挂这个位置他修不了。对，因为他机子在鸟笼嘛。是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回光返照，所以这局的话，我觉得争胜面还是比较低。监管者的胜面比求生者要大，对，大得多。求生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胜面现在。好就好，不过对于求生来说也不是不能打，能保平就加赛。对，是，就是求稳去打。没错。娃娃跑到鸟笼已经开始修了，正好给到一刀。然后接师的话呢，往远带。勘探员得操作，不然这密码机不够的，得操作。是的。重点接师这个角色，你操作的时候我可以控玩偶。对。等于多破1密码机。是的。真人9应该但是3岁的话还是现在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啊，一会儿再过来。好，过来了，看3岁的操作，3个磁铁，手里还有飞轮，一个断了，回去骗他。真9他的想法非常明确，我也不贪你便宜了，我重点是挂人，不过好像赶得过来啊。赶得过来，但是放一次应该够了。丢一次，够了，感觉够了。再补个磁铁，还能吸吗？拉一下，能扛到吗？来不及，因为他已经第2次晕了，而且他解晕很快。是的，有困兽之斗。是的。密码机有可能够，但是没有回光返照。没回光返照，没回光返照是他痛点。但是有化险为夷啊，3岁手里有化险为夷啊。一个是没有回光返照，一个是没有底牌。对。这个化险为夷给套出来，但是密码机还差一半嘛。这个走有点快，他卡不了，监管者逼他的，得保。我比一下。但3岁也没有回光返照，都没有这2个人。这个保得要还是比较难去争夺。要不就求稳吧。我觉得也是。没办法，那这样的话就求稳了。求稳了，那肯定3岁肯定走了，没有磁铁，啥都没有了。不过真人9现在已经知道3岁他没有回光返照了，他的飞轮和化险为夷都是当着脸上去交的。对，那这时候3岁，他好想争啊！好想争，但是争下来，密码机如果不够，你倒了，这个局势的攻守只是一眼。对。不过也差不多了，92，那台95的密码机还没摸上，弹开吸，还能翻船，还能牵制，还在操作，别亮了，手里面闪现，你直接交这个门口能贴吗？得交闪现了，可以，那这样的话交闪，平局了，是稳平了，应该是稳平了。有什么话想说？发表一下，发表一下。那给大家拜个早年吧。说句实话，他选出来也是为了求平局的，必须的。就双方都完成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既定目标嘛，就是保平，起码有个加赛。不过选图这边变成 ACT 选图了。是，双方都想再战一局，因为圣心医院让监管者争分，确实也是不太现实，没错，保平可以了。对。好，那小组赛。你有歌剧，但你歌剧确实最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练，我赌，这是一种背水一战的心理了。现在其实 BP 上，我觉得 ACT 是弃矮一截啊，就渐弱一环。少，但是我能拖时间。对，因为双11有个很致命的地方，那个双窗。如果你不带空窗的话呢，我觉得带个隐形绝大船呢，玩具上是 OK 的。是的，看他的天赋。好的，进入比赛方面，直接往木屋的方向走吗？不对，木屋方向是选择11的佣兵，找佣兵。
这不过他这波过去，因为传下密码机没有刷，等于玩具商也在挂机。玩具商本来想破译海滩密码机的。对，真追佣兵啊！佣兵看起来好像是最难追的吧？对，但他的护肘我隐约能跟上，可能想闷这个化险为夷了。回溯到脸上，这个护腕直接到脸上。是的，他这个护腕不应该往影子所在的区域他应该是往外面走的，可能是想弹回小木屋，觉得小木屋比较安全，但是没有考虑到残影的问题。你逃脱不了闪现岛的命运啊！你如果这时候给第一刀的话，闪现岛都不错了。是啊，没护轴了，闪现岛都已经偷笑了这局。哎，怎么绕到这个位置来了？超不卡吗？我就说东玄他月亮河是骗你们的，还真信了。对呀，哎呦，我是没看出来熟练度有任何下降，我甚至觉得还精益求精了一点。主要是东玄也经历过歌剧强势版本。对呀，不过他什么版本没经历过呀？不过说实话，他也不能放梦之女巫。他就不能选这张地图，说白了，这地图对不对？对呀，选个军工厂确实，但是也不能这么事后来判断了，看看后面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ACE 把对局给扳回来吧。是的，他们韧性很强的，回速这边也有护肘，到以下了。好，给到一刀，正常救援下来，这局少个化险为夷，不过好在这局是3化险为夷啊。哎呀，这把还有底牌呀！天哪！是的。这个它是个封装，我觉得这把重者确实机会比较大，但是还是个底牌格局。是的，这个有点难受啊，很难受。没错，就是难受的点太多，已经不知道从哪条开始说了。对于求生者来讲啊，监管者的话呢，就是反过来啊，很舒服的点太多。是的。看看下一波牵制的人能不能扛住压力吧。玩具商要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成本比较高。再讲个鬼故事，看一下天赋，唯一一个有回光返照的在椅子上。没错，接下来的没有回光返照，且监管者有挽留，有底牌。是的，手里没有闪现，这个位置可以交闪了。闪现，但是心跳反射，不过没有关系，没有板子。鲜艳躲过，不过另外一边能救下来就还好。半状态不怕震慑。是的，大胆博弈。这个位置赶过去，得要先把跳板踩了吧，消耗掉道具。要打后期的，必须得把这些关键的东西给消耗掉。赶紧去补状态吧，赶紧去补。那边得赶紧补状态，这边随机倒个角落，远离队友倒地的位置。过来，不过佣兵这2波化险为夷套的还是挺关键的。就是2波的话呢，能够让外围的状态调整起来，而且密码机也没有耽误太多，因为他追的毕竟是场上修的最慢的人嘛。没错。好，这边佣兵挂飞。但玩具商现在等于是白板，因为还有个跳板在船那边。对，关键是3个没有回光返照，这个局他就算到了开门战，我感觉也是一个多抓局啊。我觉得东玄能排出来，你觉得呢？我觉得也能。我觉得这个位置，对，这个耳鸣很诡异，排出来了。这个没办法，这没办法，这个是真没办法。排出来了吗？排出来，肯定排出来了，时间问题。是吗？时间问题。他知道在里面。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是综合了一下咱们俩的观点啊。不是，他还是回去的。回去吗？主要是小叶明躲的位置有点想不到。神秘啊！因为他当时首先他的颜色你看到没有？他的时装跟这个隐喻的位置，那个时装颜色是一样的。我感觉东玄是不是距离开柜子不远了呀？来了，没事，能看到吗？看到了，找到了。但是等于在地下室牵制了一台整密码机。小叶明这么天秀，拯救了队伍。没完全整了一半，因为节奏还是很差。监管这边还是有很多机会去制胜，你没有回光返照啊。对，密码机外面差70，赢面还是很大。是的，起跳板是往外面走了，知道他没有回光返照了，打隔戳刀，翻都没翻。哇，小叶明这一波真的太关键，他相当于溜了歌剧演员60秒的时间。一台整，他溜一台整。把前面的节奏补了个大半回来，但是还缺一半。没错，小叶明这波太灵性了，他躲的，而且还是不是躲常规位置，躲的是椅子后面。小叶明这一波，他这一波太灵性了，太关键了啊！这边还有一个娃娃卡尔明，应该监管应该能判断出来。娃娃击倒了，看一下这波救援吧。伊森手里没有回光返照，也没有化险为夷，压力。他主要是他不怕倒。对他还能反身一次，但他救下来应该也不会去扛了吧？因为扛了也保不了队友活。是的。飞轮交掉，但是这个进板了，直接交传送落地。
密码机这个人有怀表，能牵制一会吧？我觉得能牵制一会。灵柩有没有见过他呀？如果能见过他的话，把灵柩交了。没见过，没办法了。目前没有这个情况。对，没见过。哦，想撞断里面，有刀尖舔血经验。高人胆大呀！哎 ，ACT 求问者这方面确实打得可以啊。是的。很敢打。膝跳反射。哦，这步就被打断了。没弹出来。没错。可惜了。就是他们这个残局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剩下3连密码机。这个也没办法，前期节奏太差了，没有时间去安排这些密码机。还没回光返照，这开门战，而且3连密码机，我不单单是我这把能争多，你时间还掉了呀，一直卡你时间也亮不了密码机啊，我3抓等于4抓了，如果等一下3抓的话，对，把跳板捡回来，这去把人给救，应该是没问题的，击倒了，还是打到了这一刀，不反身，看他挂不挂，要消耗他灵柩吗？这波的话应该挂了，应该是要消耗灵柩了。挂了的话，没有救的必要吧，就是解反生就行了。对，要反生的，但是反生的话就是离密码机会非常。要救也不是不行，他把灵柩留着，但是另外一边幸运轮没留，还是反。那玩具商得贴密码机啊，这波玩具商贴密码机慢了一点点。我刚才看玩具商在卡着，以为他们要救，对，留灵柩呢，但是他们不留的话，玩具商直接去无修就好了。没错，在这边不太可能牵制起来啊，魔术棒没卡住。哎，以为反走。对，以为反走了。膝跳反射拉走，但割救速度非常快，能击倒。这个点没过到。密码机50，传送是拖出来了，再把人挂上，是卡半了的，还有半挂，所以玩具商这边能赶紧赶过来。而另外一边灵柩交了，右链是再倒的话就是2挂了。对，而且还要倒在更大的一铲。没错，这波监玩选择去冲密码机，还是选择打手椅？打手椅。打手椅是很稳的选择，因为都知道没有回光返照。给到一刀。是的，密码机87。2个人闪开，打针对，就针对他了。不过已经断了，还是能打到。密码机够，亮了没用，没回光返照，回速再把人杀了。再差一点点距离，不过没有关系，他并没有加速，能击倒。顺便传送，要死抓了。没错，这波得偏传送，先把人灌了。想抢点门嘛？哦，也对，因为玩具商你会挂的话，这个门有可能开。但东玄这边求稳还选择交传送，直接交传送，他要死抓。这边落地根本不可能牵制，非常偏掉，直接击倒。另外一边自愈只有51%，根本起不来，哪怕起来了，他门口也很远，开个门还17秒，根本不够。这时候的话呢，就是拖时间，为队友争取时间，让东玄争取是一个更慢速度的4抓。这个时候是什么呢？都4抓的情况下，看谁抓得快的时候，球这边不能投降，对，一定要等慢慢挂，甚至有自起，有可能还要交个自起。是的，是这加赛规则，如果有跑人的情况，看哪边跑得快。对，如果有都是4抓的情况，看哪边抓得快。没起来，没起来，起不来。哎，不要投啊！2秒钟时间。为什么要投啊？2秒钟时间。5秒还要飞呢。移形挽留，而且这个角色呢还不太好追小船那一块，你只能避开这个点。是。你去追一下木屋或者追一下这个中场、大门什么的都可以一战。但是双11那块最好。前锋也是有可能被逮捕的，这个组合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选点还挺聪明的，因为小船这个位置只能站1个人。没错，他站2个人的话，对，另外一个可能会在跑路的过程中被换追。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先把中场密码机封一下啊，很细节。找一下阿远的位置。阿远的话，左拐去的双11，这个点的话肯定是先用左边，然后再用3窗，再用最后再进板。对，再进板，绕一圈发现窗户已经解封了，是对吧？绕一圈，板子那边踢1块，我正好解封了。这个点的牵制还是这边窗户已经封了，还好。开枪吧，他知道他兴奋。是的，知道兴奋。有没有兴奋都好了，我这步枪必须开，全封住了，不可能给刀吧？没事，那兴奋就留着防前锋盾。绕一圈回来窗好了。对。就那个被反让到了一些，反得，没事，好像反得反，看出来是夜猫子了，到现在逻辑还这么清醒啊！这确实，好，看看阿远这一波的一个牵制啊，这个地方加的板区还是有牵制空间的，正常破板，不过地刀有，这个还是个蛮辣的一个刀，很危险啊，高辣的刀。这时候是个移形，已经抬走了。是。塞文纳岛再见了，但是问题是不是移形，所以转圈圈蜡油可以掉，旁边还有个刮，甚至蜡油已经掉了。那前面本来是 A 晕 A 嘛。对。可惜了，不过这个位置他也牵制不了多久了，只是以跑一个角度来看，完全是 OK 的。多拖1秒是1秒了，对于阿远来说。
往角落吧，接受。旁边是个椅子，其实也行吧，他拖点时间，说不定盖一板。第一个兴奋，哇，转麻了。密码机现在是2台半，兴奋逼了。没有什么瑕疵的前置，非常漂亮。下波卡头救一波，我哪怕卖炮好说，卡头救一波也行，卡半救一波也行。是的，就求生者的操作空间很大，不是没有操作空间的对局。是不是都补救算了，干脆，是吧？我想起我当时有个画面，想起了第一把。哦，我有个画面。第一把呀。第一把是3岁躺在下面。地下室嘛。第一把感觉已经过去很久远了。事实上不是好像，确实也挺久远的。是吗？还确实挺久远的了。好，那看一下3岁，这个应该是补救了吧？看这个走位，这个卡位来说。对对，补救了，不给2阶。对，因为这个张狂的话，只给2刀是开不了2阶。但是有一说一，这个密码机确实还差一些啊。真人9不是说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的。对。就是举个例子，落地给1刀。如果落地能有1刀，那出技能。但是它得有30多秒才能开始落地。是。对，这种密码机可能差不多了。是。对吧？你30多秒，这60多的都快亮了。差一台整嘛。哎，不过他们不敢修了。怕吃传送，不知道兴奋大概时间。对他不知道。不过有个可以预算的。就预算的，用椅子的进度算嘛？进度60秒嘛，对吧？你这样的话，起码还差个30。是的。那没事儿，他们现在反正就是我也不着急，大不了弄到最后我拖时间呗。对不对？我修不修密码机的，其实也不是说很在意。有一说一，朱雀这4个求生者真的是打得好聪明啊。是啊。如果你不追，那我就不修，那我就一辈子不修。对，你4抓了，后面时间我也是我赚。哎，看到了玉林，看到了，玉林这边躲了半天，被逮到了。不过这个时候呢，外面密码机一起修起来，且自己带走61的遗产。是，躲一下冲，躲掉了。哦，定住了，有1刀，这一刀有了，给他一刀，终于开出了2阶段。但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追就不行了，必须得落地。不然密码机够了，有个气囊堵住，不过可以蓄力到落地。哎呦，还取消个后摇，好爽。是的。那看看军少颠，军少颠气囊是没有了。不能死这儿，不能倒这个位置。倒这个位置可能只能拖时间了，感觉。倒这个位置，你这个开门战外面起行机不太够啊。学到了，学到了。但是用处不大。他能封他去上楼的路，可能。对，能给他上点蜡。这个位置绕半天，绕了好久的时间了。外面密码机已经修完1台，还有1台差70。是的。还是满状态，一直秒不了啊！冻住。哎呀，差一点点。这波可以秒了。哎，不够气囊，可以吗？火油烧1刀，这一刀要扭，看能不能扭掉。监管者着急了，他怕那个蜡结束了。能翻窗吗？能啊。那密码机70了，反正直接亮就好了，感觉。亮了，爆了，跟他爆了。对啊，一边一个门嘛。对，3岁就不走了。对。或者撞救。对。最简单的撞救直接亮，一点风险都没有吧？我感觉。如果他丢，我就直接亮。已经看到撞救了。他敢丢，撞，没问题。哇，真人9，哎，没力，其实没办法，真人9他很尽力了，但是求生者这边策略很聪明啊，打的再撞一下。是的。操作，3岁还在操作。哎，窗户没封住，怕被压起身，直接亮了。3岁过来帮忙扛，再拉球，扭回来撞吗？他是拉球逃跑，没问题，很聪明，没必要撞。这时候打得很冷静。是的，小门那边在点了，留给真人9的时间不多了。是的，还有18秒左右。气囊撞自己，不过没有关系啊，已经优势太大了。对，其实这一边打的翻天覆地的没关系，只要看门什么时候开就好。反正另外一边岁月静好在点门70了。对。啊，气囊还能躲。有刀。门开了，应该这局已经结束了。地窖可能性不大吧，火油加1刀走不了地窖了，1刀。是的，这样的话呢，可以完成了一波保平吗？应该是能保平，感觉。保平，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朱雀获胜。对，最终朱雀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鏖战。恭喜朱雀鏖战4局啊！哎，等会儿不对劲。3岁是其实一样的，走就行了，除非他不走。真人9他又有一项新技能了，这个叫太空舞步。我感觉得有点配乐现在。
对这种感觉。好，那边能救人，能救人。好，真人9这边应该是看到了。是的。哎，3队这边能不能走这个地窖？现在有火了。有飞轮。其实这把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那个玉林那边走了。是。玉林那边怎么都不可能留住的，接下来就是3岁的个人秀了。3岁在等辣油削，真9在等什么？他在等他的绕身位。他不等也没招了，我感觉。没招，确实没招，只能等了。我感觉这时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可以打一下这个石头什么的。加食材吗？还能加食材吗？没事，拖呗。他其实不怕的，就抽冻住火油，飞轮一顶。是的。只是怕他什么走到距离差一点就怕打出去就不太好了。对。所以求稳来了，飞轮直接走。OK， 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完成了一波保平，恭喜朱雀鏖战4局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恭喜！我当时咯噔了一下，咯噔了一下，我就怕玉林没走出去，哇，那就完蛋了。